侯夫人，请留步。侯夫人，我家娘娘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前不久江檀心还特意找了洛神医诊治无法有孕的病症，怎么还不到1个月，她就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了呢？太子妃娘娘说的可是实情？娘娘说也有可能是她记错了，要不侯夫人让人去查一查吧，毕竟有关侯府子嗣，兹事甚大。江南之看了看花招，转过身亲手给左皇后倒了一杯茶。母后，多谢您维护儿臣。本宫哪里维护你了？其实你都有本事护住自己。唉，本宫一直以为你是柔弱单纯的小白兔，哪里知道你却是有爪子的小狐狸呀。哪里是什么小狐狸，只是不想平白的被人欺负罢了。这些个世家勋贵命妇们可都是见风使舵呀。的确如此，不过本宫已经都让人把他们的名单都记录了下来，等眼下这件事过了，就是彻底找他们算账的时候。江南之想起来上一世叛军攻入城，左皇后也同太子一样都被囚禁了。母后，如今会不会有人趁着九王爷的事情，外边也有人动了心思？的确是，内忧外患都不得不防。不过你放心好了，那些事情锦儿心中都是有数的。对了，最近你跟锦儿感情如何呀？虽然好几次我们都是在太子寝宫一起休息，却是分了床榻睡的，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圆房。因为如今待儿媳妇更亲近了，所以左皇后没忍住拉着江南之说了许多话，甚至还提起了太子小时候的事情。最后还是陛下亲手煮了很好吃的锅子，特意拿来跟左皇后分享。江南之这才赶紧告辞离开了。回了东宫，你让丁一帮忙去盯着广平侯府，看看江檀心怀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江南之想要知道江檀心到底是想要闹什么幺蛾子。事实上，江家要找借口跟江南之断亲的时候，江檀心突然呕吐了起来。当时被江家的府医看过，府医问了他的小日子来没来后，说了可能疑似有孕，但不确定，还得等月份大一大再说。可即使没有确定，但江檀心却惊喜万分，当下就同家人说了，他已经让洛神医看过了，自己肯定是有孕了。广平侯府的人一向现实，这也让刚刚失去孩子死里逃生并且再也不能生育了的白锦和刚醒过来就被气得吐了血。去喊母亲来，其他人我都不信，只有母亲。是小姐，您快别说了，快好好躺着。看着诚惶诚恐的丫鬟，冯氏突然反应过来，这是白锦和身边的丫鬟。想到如今白锦和的境况，冯氏突然心中一松。是了，如果江檀心肚子里面根本没有孩子，这件事还是由别人揭开为好。白锦和就是最适合的人选。白夫人很快被请了来，她看到女儿一直吐血，心疼坏了。就在白夫人想要去见沈老太太的时候，半路上听到2个丫鬟在那说着话。哎，听说信夫人前段时间还去找那个洛神医看不孕之症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了？不可能有假吧，毕竟大夫都说了。哼，别忘记了，那个大夫可是跟江家人很熟悉啊。天哪，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内幕？别，咱们做奴婢的还是不要说了，以免惹祸上身。你说的对。本来想要去让沈老夫人讨公道的白夫人顿时变了主意。白夫人转身就走，而在暗处的冯氏见到后，她笑得十分得意。
彻儿这平妻娶得好啊，两个蠢女人互相争斗，那么就没有谁能够来抢夺她手中这钟馗之权了。丁一从树上跳了下来，把侯府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转过身就回了东宫，把这一切都禀告给了江南枝。还真是让人不意外啊。而这边的荣思景却是在想，之前的长线已经都布得差不多了，鱼儿应该也最后忍耐不住会开始动手了。他抬起头看向窗外的皎洁月光，嘴角微扬。明天应该是一个大晴天，应该也会是九王爷最后一个晴天了。第二天一早，荣思景就苍白着一张脸，颤颤巍巍地进了宫。表面上是为了打消各界的疑虑，以为太子殿下真是命不久矣。可实际上，看着脸色苍白、咳嗽起来捻着佛珠的手都会抖的太子，九王爷彻底放了心。也就是到了发动宫变的最佳时机。虽然太子没有明说，但江南枝看着东宫暗里加派了的人手，他也知道今天会发生大事情。主子，李选侍换上宫女的衣服，打算偷偷出宫。丁一把他打昏了，给关了起来。他现在醒来了，说要见你。见本宫？好，把他给本宫带来。李苑容貌温婉，气质淡雅，任何事情都处变不惊。娘娘，妾只是太担心家人，所以急切离宫，没有禀告您，也罪不至此吧。可本宫收到消息，李选侍可是出去私会情郎的。不可能，我没有去私会情郎。到底是不是，得等抓住那个情郎就知道了。倘若真没有情郎，那李选侍肯定也是无辜的。不，那不是我的情郎，太子妃娘娘。李选侍，你急什么？倘若你是无辜的，本宫定然会还你一个清白。娘娘，在东宫角门处抓到了一可疑男子，他说自己是李选侍的亲哥哥李龙。哦，原来李选侍偷偷出去是见自己亲哥哥呀。自己的亲哥哥如果有事，直说就是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主要是一些私事，不想惊动太子妃娘娘。你如今是太子的选侍，也跟我们都是一家人了，遇到什么麻烦一起说出来，看本宫能不能帮你解决了。就在这个时候，隔壁房间传来了李龙的惨叫声。李苑噌地站了起来。李选侍，不要着急，本宫就是让人问问你兄长为何频频来东宫呢？白日里来，夜里也来，估计是他不想说，就略施手段罢了。李苑之前还存着侥幸心理，如今他脸色惨白无比，身子也微微摇晃了一下。对了，方才你说有事要禀报本宫，是何事啊？见李苑不说话，你这一句话都不说，莫非是想要等着九王爷成功之后回来救你们兄妹俩？唉，本以为你是最聪明的那个呀。把李选侍带下去，关起来。娘娘，求您不要继续打我兄长了，一切都是我的错，你打我吧。不要着急，等李龙招了之后，再一起重新打。在让人带走了李苑兄妹俩后，江南枝专心地看起了账本。此时金銮宝殿之上已经是剑拔弩张。九王爷经过这段时间的筹谋后，认为已经到了下手的最佳时机。皇兄啊，你不想做这个皇位，天下皆知。而小景身子弱，之前又受了重伤，今日硬撑着来，也不过是做戏而已，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这个皇叔看着呀，都很心疼啊。皇叔因为心疼姑，所以就带了这么多人。
来逼宫。小景啊，就别硬撑着了。你们父子俩，一个不喜欢做皇帝，一个不适合做。你不是喜欢念经当和尚吗？那你就去皇家寺庙就办青灯吧。国家大事，你就都交给皇叔来好了。荣新成，你要不要脸？明明你就是要谋权篡位，还说的这样冠冕堂皇。哎呀，既然你们非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各位大人，认为我更适合做这个皇位的，就可以站到这边来了。他的话音刚落，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响起，竟然瞬间有1/3的大臣站在了九王爷的身后。慢慢的，又过去了几个人，其中甚至有皇族荣家的人。眼看着双方人数势均力敌，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生了变故。文臣之首的江相竟然迈步走到了九王爷身边。江相，你怎可以背叛太子殿下？下官没有背叛大楚。林宇顿时异业，这文臣就是喜欢咬文嚼字，如今这明明就是去投靠九王爷背叛太子了，竟然还在那强词夺理。等到战队都结束了的时候，荣思景突然拍了拍手。九王叔可真是好手段呢，这朝堂上的群臣竟然让你策反了足足6成。九王爷昂着下巴，十分得意。孤要谢谢你，替孤清算了这朝堂之上不忠之人呢。随着荣思景的话音刚落，瞬间有更多的禁卫军冲了进来，将九王爷的人团团围住。局面瞬间扭转。九王爷不信邪，想要做最后挣扎，但却很快被制服了。双手被反剪后压着跪在地上的时候，九王爷彻底怂了。皇兄啊，弟弟都是为了咱们大楚好啊！你看你也没有其他儿子，小景身子又不好，谁知道哪天说没就没了。孤怎么听闻九皇叔也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小景你不是知道吗？说，你把明儿给关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放出来？荣思景没说话，拍了拍手。不一会儿，就有人押着荣明跟一对男女走了进来。陈善，你自己跟九王叔说，你是谁？小人是荣明的亲爹。什么？滴血认亲，人证物证俱在。九王爷得知这一切都是李氏跟陈善合谋算计自己，直接怒火攻心，撅了过去。荣思景让人把九王爷给抬下去，目光落在了这些大臣身上。江相，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九王爷虽然这样不义，但陛下没有其他子嗣，殿下身子不好也是事实。莫非殿下的身子已经好了？你饱读诗书，是不是都用来强词夺理了？林宇，你不用针对老夫。老夫如果真的要谋反，又怎会把亲孙女嫁给太子殿下？江相忘记了吗？你已经把太子妃赶出江家了。可是，来人，把这些乱党都给押下去，严加审问，问他们到底是为何要跟着九王爷一起谋逆。一场宫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但是因为九王爷这次谋逆，朝堂上要进行的大清洗才刚刚开始。看着十分忙碌的儿子，荣商愧疚道：小景啊，辛苦你了。不辛苦，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你先忙着，我得回坤宁宫陪陪你母后，以免她担心呢。在这一刻，荣思景突然想到，
自己什么都没有交代，小太子妃在东宫会不会也担惊受怕？太子妃这段时间除了主持东宫钟馗，还做了什么其他事？去了一趟坤宁宫，又见了一次太子妃的母亲，其他时候都是在东宫。华选氏跟岑选氏有没有去烦她？两位选氏跟太子妃娘娘很是亲近，根本不会烦她，偶尔还会拉着她一起踢毽子、荡秋千。荣思景神色不渝地应了一声：主子，您是不是想要吃太子妃亲手熬的汤羹了？太子妃那么忙碌，哪里有时间熬汤羹啊？如果没事你就下去吧，姑要诵经文了。是。白芷转身离开佛堂，抬脚就去了太子妃的寝宫。启禀娘娘，殿下近日忙碌，日渐消瘦，许多东西都吃不下去。记得之前您亲手熬的汤羹很得殿下喜欢，能否劳烦娘娘再做一次？江南之不知道这是白芷的意思还是太子的意思，其实他这段时间是有意故意晾着太子的，这也是温水煮青蛙最重要的一步。这段时间本宫忙于这些，倒是疏忽了殿下的身子，待会儿等汤羹煮好了就亲自送过去。殿下在佛堂，那就劳烦娘娘了。江南之放下手头的一切，就去了小厨房。素鸡山药羹终于熬好了。江南之端着羹敲门进来的时候，荣思景半垂眼，手中拈着佛珠。太子妃怎么来了？想着殿下这段时日肯定很忙，就亲手给您做了汤羹，看看合胃口不？好。其实今日来，臣妾还有一件事想求殿下。什么事？说来听听。殿下，前些日子不是为了做戏，都让臣妾在您的寝宫中宿着吗？结果习惯了您寝宫中檀香的味道，这几日回了臣妾的寝宫，反倒是睡不着了呢。所以呢？所以臣妾厚着脸皮，能不能每隔3、5日就来您寝宫住上一晚？当然还是宿在屏风后面的软榻上，臣妾绝不会影响到殿下休息的。等慢慢习惯了以后，估计就不会失眠了。旁边的白芷听后都忍不住为太子妃娘娘竖起一只大拇指。论在殿下的底线旁边来回横跳十分成功的，太子妃实乃大楚第一人。果然，荣思景再次微微敛眉，但却没有立刻拒绝。是不是这么做会打扰殿下？那算了，臣妾不来了。倘若失眠，就多看看账本，许是看着看着就能睡着了呢。荣思景哭笑不得，他其实知道母后一直怂恿他们圆房，而小太子妃应该也是心悦他的。罢了，只是隔几日同住一室罢了，之前又不是没有过，甚至都还不是同床共枕。自是可以，5日过来一次吧。真的吗？多谢殿下，那臣妾今晚能不能就过来？荣思景都气笑了，这丫头实在是太会顺杆爬。他端起了手中的汤羹，又喝了一口，了一声。那臣妾先回去了，现在时辰尚早，还能多看一些账本。去吧。荣思景看着小太子飞拂了拂身，迈着欢快的步子离开了。原来只是同居一室，就让他如此开心，真是一只单纯的小狐狸。太子妃年纪轻轻，但真的很聪明，做事情处处都很周到，管家也是一把好手。白芷，你说姑该送给她什么好呢？殿下，其实奴才知道有一样东西，如果您送给太子妃，她一定会十分高兴。哦，是什么？
一个孩子。看到荣思景沉了脸，白芷赶紧跪下告罪：“奴才多嘴，奴才错了，请殿下责罚。”自己下去领罚10个手板吧。是。江南之是天黑透了才过来荣思景的寝宫。殿下，您认为商大人怎么样？为什么突然问起了那个棺材脸啊？我怀疑他好像是喜欢我阿娘，但是没有证据，想先知道他的人品怎么样。若是人品不错的话，想着能不能撮合他们。商池品性正直，刚正不阿，而且人还十分聪慧，断案如有神。姑已经打算让他进入内阁，假以时日，他应该就可以彻底代替姜望了。需要姑撮合他们吗？暂时不用，因为我也不知道阿娘的心意，也不知道商大人对我阿娘的心意，是不是我猜错了？夜深了，江南之用被子拉起来盖住了自己，可闭上眼没多久，他就梦到了前世在城楼之上的情形。芝芝啊，你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的，永远都不会有。下一刻，大片大片的血红色包围住了江南之，而那鲜血好像是从江南之的肚子中流出来了。荣思景一直没有睡着，就在他打算入睡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等到荣思景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冲到了屏风后。下一刻，江南之猛然扑入了他的怀中，整个人惊惶不安，眼角还挂着泪珠，哭得不能自已。我做了什么？你们要给我下毒，害我半生，还要害我再也生不出孩子，最后还要杀了我。芝芝，都没事了，没事了。江南之在听到荣思景的声音时，就已经彻底醒了过来。他决定将计就计，抱着太子的腰继续哭着，让眼泪打湿了他的衣裳。哭着哭着，他就又睡着了。荣思景抱着睡着了的小太子妃，沉默了一会儿，想要推开对方，但是对方却好像是要溺水的人，紧紧地抓着一截浮木，死死地抱着自己的腰，不肯撒手。而江南之最开始是装睡的，他想自己都这样在太子怀中了，他还会无动于衷吗？事实上，是的，太子没有离开，但也中规中矩，除了帮他擦拭眼角的泪花后，竟然是什么都没有做。要么就是他没有魅力，要么就是太子真是不行。他到底也累了，没过多久就真的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后，江南之发现身边已经没了太子了，但却残留着一抹淡淡的檀香。所以太子竟然是抱着他就这样单纯的睡了一夜。算了，还是先回寝宫吧。芝芝啊，你如何看待你阿娘再嫁之事？商大人深得殿下看重，说明他是靠得住的。以后有商大人照顾阿娘，我也就更放心一些了。这个回答看似没有回答，但实际上都回答了。左皇后是愈发喜欢这个儿媳妇了。怎么样，最近你跟小景感情是不是又好了一些啊？听说你时不时就会去小景的寝宫留宿啊。殿下近期身子不便，都没有让我去他的寝宫留宿了。左皇后听得一阵失望，她想了想，就抬手让心腹嬷嬷端来了一个金色锦盒。芝芝啊，这个你拿回去，你回去就跟小景说是本宫赐的。母后，这是……小景之前身上有伤，可不能留了疤痕。这个凝露玉霜去疤痕十分好用，
不过那些内奸都粗手粗脚的，一定得你给小景上药才行。万一殿下不让我给他上药呢？哼，你回去跟他说，倘若他不想让你给上药，那么本宫跟他父皇就一起给他上药，让他自己选吧。江南之忍俊不禁，回了东宫后就如实跟荣思景说了。倘若他不让太子妃给自己上药，或者是不用这个药，母后还真的能够带着父皇一起来东宫给他上药。那就劳烦太子妃了。这么容易就答应了？他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羞怯的神情来。等到宫人都退去后，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就要去解荣思景的腰带。荣思景赶紧按住了他的手。我的伤在肩膀。可臣妾怎么记得殿下的腹部有伤啊？肩膀上的严重一些，先涂那里，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反应不舒服，其他地方也就不用涂了。江南之乖巧地应了一声，帮他褪去上衣，露出了宽阔的后背。太子是会武功的，而且也不如表面上病的那般严重。毕竟谁家病入膏肓的人，浑身都是结实的肉啊。江南之心中思绪万千，但却已经将那膏药用手指挑出来一些，小心翼翼地涂抹到了荣思景的肩膀上。荣思景微微皱眉，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的指尖是凉的，药膏也是凉的，但是涂抹过后，肌肤上却开始阵阵泛热，甚至四肢百骸也都跟着暖洋洋的。本来荣思景就在努力克制那种诡异的温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小太子妃突然靠近他的肩膀，吹了吹气。荣思景身上的肌肉都不受控制地紧绷了起来，他甚至情不自禁地从唇齿之间轻哼了一声。殿下，您怎么了？我没事。那是这药膏让您不舒服了吗？舒服的。那太好了，说明母后给的这药膏是真的好用。殿下，我给您其他地方也涂抹一些吧。他的话音刚落，小手已经伸了过来，竟然十分利落快速地扯开了荣思景的腰带。荣思紧抿着嘴角，眼底压着暗涌的光，他紧紧地扣住了那只捣乱的小手，微微一用力。江南之下意识吃痛一声，抬起头，那双漂亮的杏眸中已经氤氲满了泪水。殿下，怎么了？江南之，你是故意的吗？殿下，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难道殿下是讳疾忌医了？荣思景都要气笑了，他这哪里是讳疾忌医，分明是眼前这只小狐狸在得寸进尺。明明应该直接把他给赶走的，但荣思景不知道为何突然浑身上下开始出汗，热得他有一些诡异的晕眩。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只凉冰冰的小手已经将那膏药都涂抹在了他小腹上的疤痕上，所过之处烫得惊人。偏偏眼前的人还是一脸正经淡定的涂药。到了这里，荣思景哪里也还不知道这药膏有问题。这到底是母后的意思，还是太子妃的意思？之前在温泉池中的时候，还可以说是被热气蒸的，如今没了袅袅水汽遮掩，不只是肌肤上的粉色难以遮掩，其他的也就更是挡不住了。可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太子竟然还能够忍得住，江南之都要佩服他了。所以他好像是无意间轻轻地碰触到了那儿，在被烫了一下发出一声惊叫的瞬间，整个人却好像是被饿狼扑食一般给压到了床榻之上。荣思景看着怀中的人，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把手腕递到了他的嘴角。咬我。
腰带都扯了，我们两个都这样了，结果就这。可能是江南枝没有回答，本来就在压抑着自己的荣思景有一些暴躁，他直接俯身压过来，一口咬在了江南枝的脖子上。疼是真的很疼，这也让在胡思乱想的江南枝一瞬间脑中一白，他想都没想就咬上了太子的手腕。疼痛让荣思景混沌的脑中清明了一些，他看向正愤愤地咬自己手腕的太子妃，眼底流露出一道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温柔。最后等到荣思景用内力将身体中诡异的热给彻底平复下去了后，江南枝已经咬得腮帮子都疼了。松口。江南枝没有松口，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气什么，反正是太子让他咬的，多咬一会儿算一会儿。怎么不咬掉他一块肉？为什么太子这个骨头会这样难啃？见他还没有松口，荣思景感觉有一些好笑，伸手去捏住了小太子妃的下巴。在对方下意识松口的瞬间，他开口道：这药膏中被加了东西。那殿下去问皇后娘娘吧，这膏药是皇后娘娘给臣妾的。若是没事，那臣妾还有事，先走了。他得回去冷静冷静，好好想一想，要不要换一条容易走的路去走。重生一世，他何必跟一个出家人死磕？而看着毫不留恋转身离开的小太子妃，荣思景靠坐在那儿，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太子妃只是生气了。眼看着要到年底了，听说镇国公府的女眷要登门来拜见太子妃娘娘。林老太太身子不便，所以这次来了的4人是林妙婉、林夫人陈氏、小林夫人康氏以及柳如烟。一行人被工人领着往里走，等来到了暖阁花厅中的时候，江南枝已经端坐在那儿。阿娘、舅母，快里边坐。穆穗带着几个宫女赶紧给几个人看茶。阿娘，嫁妆的事情都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是嫁衣要缝制的时间久一些。这件事也多亏了嫂嫂，她一直帮我张罗着。都是自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他想了想，还是把徐家的事情提了出来。因为小公爷的夫人一直没有孩子，而他房中也没有妾室通房，恰好这个时候得知妙婉和离，他就派人上门说要纳妙婉为妾。芝芝，你不用跟着困扰，我没有把徐家人放在心上，而且我马上要跟商池成亲了，平时也是深居简出的，不会在这个时候招惹是非。阿娘，你不用理会徐家，倘若他们敢做出什么事来，你直接让人给我送信就行了。你每天那么忙，我总不好打扰你啊。多大点事啊，直接让商大人去收拾那个小公爷不就完了吗？别人觊觎他老婆，他不做点什么护着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儿，那还是不是男人了？柳氏，住口！你这话对也不对，商大人的确要护着我阿娘，但我阿娘应该也有自己解决事情的能力跟办法，而不是一味的只靠着男人。他话语刚落，所有人都愣怔住了。柳如烟震惊地看着他，眸子突然亮晶晶的，他激动得要按耐不住自己了。好在此时还有其他人，柳如烟硬生生地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可是江南枝看得出来，他有一些话要单独跟自己说，所以也就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再喝了一会儿茶，让工人去准备午膳的时候，江南枝回房换衣裳，让阿娘他们几个人可以在园子里随意逛逛。果然，
江南枝在廊下站了一会儿的时候，就看到了柳如烟提着裙子，十分激动地小跑了过来。你也跟我一样，从现代来到的这里吗？现代是什么？我那天加班，突然在地铁站昏倒了，再醒过来就成了这个柳如烟。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死死地抓住了林雨。你说的对，女人不该一味依靠男人。可我当时真的吓坏了，没有其他法子了呀。看着哭得眼睛红彤彤的柳如烟，江南枝莫名的感觉，她虽然古怪，但真的不像是戏作。谁家戏作会哭得这样丑？如今你我相识了，你已经不用抓住林雨了，本宫可以帮你，如何？只要这个柳如烟离开了镇国公府，那么就可以避免上一世的惨剧了吧？柳如烟眼底闪过了一抹犹疑。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一群人走了过来，为首的赫然就是一袭金纹白袍的太子殿下荣思景。臣妾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殿下。荣思景看都没看他，而是目光在江南枝身上停顿了一瞬，微微颔首后迈步走远了。太子竟然长得这么帅。柳如烟喃喃道。江南枝狐疑地看了过去，发现对方的脸上闪过了一抹不自然，他假装没有发现，而是开口道：你在园子里再逛逛吧，本宫得回去换一件衣裳。好。江南枝回了寝宫，坐在圆椅上，不一会儿穆穗就回来了。主子，你都不知道那个柳氏野心有多大，他竟然跑去打听太子殿下的住处，莫非他还想去邂逅太子殿下？哼，怎么想的？你待会儿多盯着他，把他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是。等到要离开东宫的时候，柳如烟再也顾不上什么了，就直接来到了江南枝跟前。太子妃娘娘，我很喜欢你，我以后还可以经常来东宫见你吗？可以啊。那你给我一块玉佩什么的信物吧，这样我想来见你就来了，不然我来一趟很麻烦。柳氏，你这样不合规矩。哪里那么多的规矩？人家太子妃娘娘还没说什么呢。再说了，我跟太子妃娘娘一见如故，你是不是嫉妒了呀？江南枝却轻笑一声，抬手让穆穗取来一块玉佩。这块玉佩给你，以后倘若要进宫来见本宫，出示玉佩即可。好。如今九王爷党羽都已经被剪除了，但西南藩王却依旧蛰伏着，所以还是得从这个柳如烟入手。殿下，可是太子妃娘娘好像与那个柳如烟一见如故，还给了她玉佩，以后可以自由进出东宫。荣思景嗯了一声，他也很奇怪这一点。小太子妃冰雪聪明，之前还让人去调查这个柳如烟，如今怎么会引狼入室，让她经常来东宫？白芷突然想起来，刚才那个柳如烟看着殿下犯花痴的表情，她小声问：殿下，您跟太子妃娘娘是不是吵架了？为何这样说？按照寻常的人家，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太子妃娘娘生气了，然后对您失望了，就把您推给其他女人了。白芷正这样想着，结果等到他出了佛堂，就看到了太子妃娘娘身边的侍女穆穗走了过来。白总管，娘娘差遣奴婢过来跟您说一声，她要出趟远门，让您找几个可靠的侍卫护送她，另外也禀告殿下一声。再仔细问过，太子妃娘娘是要去城外自己名下的庄子那儿看看。白芷应了下来，转身就又回了佛堂，将此事禀告给太子。荣思景正在誊写佛经，但听后手中的毛笔却是一顿，在宣纸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墨迹。殿下，奴才让丁一带两人去护送太子妃娘娘，殿下您说够吗？
荣思景撩了撩眼皮，头也不抬道：“让贾满也一起去。”殿下，贾满得留下来保护您啊。白芷，你认为太子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太子妃娘娘聪慧、果敢、识大体，还对下人都很好。她还很护短，很在乎自己的亲人。就让贾满去。白芷有一些不懂，只不过当他看到了主子易容成贾满的样子后，顿时就悟了。原来这是主子跟太子妃之间的情趣呀。大约行进了半天的光景，天突然阴沉沉了起来，大朵大朵的乌云密布，眼看着一场狂风暴雨马上就要来临。江南枝看到丁一熟练地跟那些僧人沟通，他猛然想起来，太子殿下可是礼佛，定期还会跟那些僧人们论经讲禅。至少这京城周围的寺庙，太子手下的人肯定经常打交道了吧。不一会儿，丁一就回来了。主子，这雨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您先去禅房中休息吧。好。对了，之前太子殿下也经常来这个兰若寺吗？殿下没有来过这里，因为兰若寺是以求子灵验盛名的。求子灵验？江南枝扭头看向了被雨幕笼罩着的寺庙，嘴角微勾。那他是不是应该去求一求了？阿彻，我就想要住这间禅房，我有预感，我们今晚倘若住在这里，肯定就能怀上子嗣了呢。麻烦师傅了，让里面的客人调换一下吧。我累了，想要歇一会儿，把人打发走吧。贾满点头，就把门打开1人宽的距离，低声道：“我家主子歇息了，不想更换房间，请回吧。”我们有银子的，可以给你们银子，换一下可以吗？不换，不许再打扰我家主子。他说完后就用力地关上门。江潭心根本反应不过来，直接门夹住了他的脚，发出一声惨叫。沈彻见状，顿时阴沉了脸，一脚将门给踹开。贾满后退半步，那扇门摇摇欲坠，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芝芝，你怎么会在这里？贾满抬腿对着沈彻的心口就踹了一脚，后者没有防备，踉跄着后退2步，连带着江潭心都一起摔倒了。江南枝，你竟然敢让人打我们！原来是长姐啊，我还以为是什么登徒子闯我的房间呢。而且沈世子，你直接喊我闺名，这不太合适吧？我只是随了心儿一起喊的。倘若你认为唐突了，我以后便不这样喊了。江南枝点头，很是唐突，以后都不许喊我闺名，若是被我夫君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果然江潭心听后脸都黑了，他不再执着要这间房了，瞪了沈彻一眼，转身就红着眼跑了。沈彻眸光微暗，毕竟芝芝可是他的夫人呐，这一世却成了太子的人，甚至连一声闺名都不许他喊了。你夫君他对你好吗？自然是好极了，毕竟他没有纳平妻，也没有让其他女人怀孕。虽然我暂时还没有身孕，但我想假以时日，定会心想事成的。说起来，我跟我夫君的婚事还要多谢世子跟长姐呢。若是没有长姐相让，我又怎么会跟我夫君成亲呢？他脸上的儒雅笑容再也维持不下去，匆忙地说了一句客套话，转身就踉跄地离开了。房门还能修好吗？结果蹲着修门的贾满头也不抬地问道：“娘娘不怕我回去告诉殿下吗？”告诉殿下什么？娘娘跟沈世子好像十分熟悉。你对太子殿下倒是忠诚。那是当然。我不知那沈彻到底发的什么疯，
非要喊我归明。这件事我是受害者，倘若你到太子跟前胡说八道，我可不会饶你。娘娘要如何不饶我？贾满，你说，如果我对殿下说你想侮辱我，殿下会怎么看？披着甲满皮的荣思景无语了。就在这个时候，丁一跟花招拿着摘菜回来了。这门是怎么回事？被疯狗撞开了，你跟贾满一起修修看，修不好我就换间房。这边花招伺候江南之用摘菜，叮叮当当的修门声以及外边的雨声渐渐汇成了一片。荣思景扭头看了看那个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小太子妃，哑然失笑。你到底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与这边祥和的气氛相比，不远处的那一处禅房中一直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阿彻，你是不是后悔娶我了？当初上元节，你是不是希望跌入湖中的人是江南之啊？你是不是私下里就跟他勾勾搭搭了？你胡说什么？我之前跟江南之不熟悉的。心儿，你为什么突然提起上元节？当时应该是江南之落水吗？本来就不该他落水，如今你后悔也晚了。阿彻，这一世江南之不是你的妻子了，我才是。所以上一世的芝芝意外落水其实是心儿安排的吗？可是她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是很心悦我，是无奈被迫嫁给太子的吗？阿彻，我知道这样说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是是真的，我真的重生了。上一世我没能做成你的妻子，我们俩都很痛苦，最后我还被江南之给害死了。所以这一世我一定要做你的妻子，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啊。这一刻，沈彻心中对芝芝充满了愧疚跟心疼，但却也有一些庆幸，庆幸自己这一世终于可以跟心儿终成眷属了。心儿，我从小就喜欢你，所以我也相信你说的所有话。你放心好了，我们这一世要在一起，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得到了沈彻允诺的江檀心十分高兴，他主动地搂住了沈彻的脖子，亲了上去。窗外电闪雷鸣，室内一片旖旎。可是直到痴缠到了最后，沈彻也没有告诉江檀心，其实他也是重生的。等到沈彻沉沉睡去后，江檀心却轻手轻脚地起来了，穿好衣裳出了禅房。上一世，这个兰若寺主持就是蛰伏了许久，最后在一次礼佛集会上刺杀太子。今日虽然太子没有来，但是太子妃来了呀。江檀心找到了一个小僧人，把太子妃娘娘来了的事情告诉他，让他转告主持，然后转身就走了。雨夜，禅房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安宁，让人昏昏欲睡。就在江南之马上也要睡着了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道十分细微的声响，有人在敲门。谁？花招果断下榻，点起了蜡烛。他警惕地拿出匕首，走到了门口，可是左右看了看，但什么人都没有。等门口的花招听到声响赶回来后，床板机关已经重新密合，哪里还有江南之的影子？为什么不把他跟他侍女都弄下来？这个太子妃咱们可不能随便碰，但那个侍女也很漂亮啊。你懂什么呀？那个侍女会武功，只有提前把她引开了，才能够顺利捉到这个太子妃呀。哦，住持点名要太子妃，哎，会不会住持想要让太子做他儿子的爹呀？
江南之的心猛然往下一沉，他把珠钗握在手中，在那2个僧人过来要拉扯他的时候，猛然朝其中一个僧人的掌心刺去。另外一个僧人见状，骂了一声，抬手就要扇江南之一个耳光。江南之咬唇，打算硬挺着挨了这一下，然后好趁机咬住这人的手。可那预料之中的巴掌并没有落下来，他愣怔地看着那个贾满好像从天而降一般突然出现，还把2个僧人3下2下都给扭断了脖子。你没事吧？贾满，这是怎么回事？看着他明明被吓得瑟瑟发抖，荣思景恨不得立刻把人给揽入怀中。不过一想到自己如今是贾满的模样，他这才努力克制住了。这个兰若寺有问题，密道修了许多年了，而且他们好像是有目的的，要抓你。方才听2个僧人说，是他们的住持点名要抓太子妃。应该是冲太子来的，你被牵连了。你是说那个住持跟太子殿下有仇？应该是。我先带你离开，已经让丁一放信号搬救兵了，你放心好了，不会让这个寺庙中任何一个歹人逃走的。江南之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扯着贾满的衣角，跟着他往外走。好在这密道有火把，能够看得清楚路。只不过一路上墙壁上的彩绘画让人十分无语。这哪里是寺庙啊，这分明是一个银窝。江南之多活一世，虽然不至于害羞，但此时身边跟着的人是太子殿下的暗卫，却感觉有点尴尬。他悄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人，发现这人竟然耳根都红了。太子礼佛，他身旁的人也都这样纯情的？一种十分诡异的气氛在2人中间弥漫着。荣思景能够感觉得到小太子妃惊惶不安的模样，再看着墙壁上的那些画，他紧抿了嘴角。之前明明有不少女子想要爬上他床榻，但都被他给无情地丢了出去。偏偏这个小太子妃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着他的底线，而他也知道自己快要抵抗不住了。2道温热的鼻血从鼻孔那儿流了下来。贾满，你受伤了。贾满不在意地抹掉了鼻孔上的血。刚才从密道下来的时候不小心磕到了，没有关系，娘娘不用担心我。江南之点了点头。他可就指望贾满了，将自己平安地带出这个鬼地方，对方可不能出事了。好在半个时辰后，2人终于走出了密道。贾满将江南之给送到了山下马车上的时候，花昭已经整理好了他们的行李，在那儿等着了。娘娘，让他们先护送你继续赶路，接下来的交给我跟丁一。你们要多加小心啊。是。马车渐渐走远了，不一会儿，本来静谧的兰若寺突然火光冲天，喧闹声一片。这位官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兰若寺是出了什么贼人吗？荣思景静静地看着他，一柄剑直指他的眉心。听说你还打算要给太子殿下戴绿帽子，染指太子妃？荣思景悲悯地看着他跪地求饶，猛然用剑刺中了他的眉心。静允临死前脸上的表情还十分错愕，没想到对方竟然都不审问自己，就这样了结了他。主子，有一个小和尚交代，是有一个女客告诉了他，那个房间中住的人是太子妃娘娘。哪个女客？广平侯府世子夫人江檀心。他们是冲着姑来的，去把他们夫妇俩跟那些僧人都一起扭送回大理寺，严加拷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跟这个净允和尚勾结起来的。是。沈彻护着江檀心穿好衣裳后，看到其他香客都给放走了，但是他们却被留了下来。
我乃广平侯世子，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因为你们都跟行刺太子妃一事有关，所以得带回大理寺接受调查审问。行刺太子妃？太子妃娘娘怎么样了？她没事吧？太子妃娘娘没事儿，已经被安全送走了。至于你们，赶紧上车，走得快一些，天亮我们就能回京了。我们可是太子妃娘娘的亲戚，怎么会行刺她？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歹人说，可是沈世子的夫人特意给指的路，他们才找到太子妃的。所以沈世子还是好好的问一问你的夫人吧。说罢，不再给沈彻二人挣扎的机会，就让人把他们给押上了车。你为什么要害江南之？我没有，他们胡说八道的。阿彻，难道你还不信我吗？好端端的，我害江南之做什么？沈彻没有再说话，他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阿彻，你这是什么意思？就算是我要害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上一世他害死了我跟咱们的孩子，所以他该死。沈彻突然伸手捂住了他的嘴，低声道：小心隔墙有耳。阿彻，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咱们好呀。沈彻点了点头，反手抱住了他。被这对夫妻惦记着的江南之刚刚睡了一觉醒过来，他有点茫然地看着坐在旁边的贾满。贾满，你们处理好兰若寺的事了？已经处理好了，娘娘放心，相关人等都被押送回大理寺严加拷问了。那就好。那江檀心跟沈彻呢？娘娘很关心沈彻。江南之又感觉到了那种有点违和的感觉。贾满，莫非你倾慕本宫？这等大逆不道的话，娘娘可不能乱说。属下主要是看那沈世子夫妇俩都不是好人，提醒娘娘离他们远一点。你说的对，他们俩的确都不是好人。我之所以问，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次事情中倒霉一些。他们舒坦不了，因为这次兰若寺的事情他们也有参与，是那个江檀心给一个僧人泄露了你的行踪。江檀心啊江檀心，既然你这么不安分，那我也得赶紧把那份大礼送给你了呀。接下来他们都没有再说话，很快就到了那些庄子上。江南之因为来的时候耽误了时间，所以并没有在这些庄子上过多停留。等到都处理好后，就立刻动身出发往京城赶。江南之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在天黑关城门之前赶了回来。太子妃娘娘，您怎么来了？大人，兰若寺一案涉及到本宫的身家性命，所以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必商大人已经审讯出来结果了吧？九王爷有个幕僚叫陈辉，后来九王爷一派伏诛后，陈辉就让自己的孪生弟弟替自己死了，他则是剃度假扮成他的弟弟禁运大师，躲在了兰若寺。兰若寺以求子灵验成名，但在真正禁运做主持的时候，一直是那些僧人通过密道去跟来求子的妇人欢好，但是他们担心事情会败露，就放出消息说夫妇俩同时住进那些禅房后会更容易有孕，因为到时候他们会在房中放那种迷香。陈辉顶替自己的弟弟后依旧这样行事，他对太子殿下怀恨在心，所以一直想报仇。正巧今日有一个妇人告诉他，太子妃娘娘住进了兰若寺，所以他就想要对太子妃图谋不轨。他竟然打算让太子妃娘娘怀有他的孩子，然后等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再杀了太子殿下。陈辉人呢？陈辉被送来的时候，脑袋已经被戳了个窟窿，早已经死掉了。这么容易死掉，有点太便宜他了。商大人，当初给那小和尚报出我身份的就是江檀心吧？沈彻也参与此事了。下官审问了许多人，都说只有江檀心给小和尚指了路，
沈世子全程没有参与此事。不过下官感觉疑惑的是，那江潭心是如何知道陈辉跟太子殿下有仇？江南之半垂眼，睫毛跟着轻颤一下。能是因为什么？肯定是江潭心上一世就知道这个陈辉跟太子有仇，所以这一世才故意这样做。虽然江潭心之前在江家的时候就跟我不对付，但她到底只是一个内宅妇人，而这件事既然跟九王爷谋逆党羽有关，那就不是她一个妇人能做得出来的。太子妃娘娘，您的意思是，沈世子乃至广平侯府会不会也跟九王爷的谋逆一案有关？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怀疑，还希望商大人可以好好再查一查。你们不是情比金坚吗？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真感情，在各种事情的折磨下，会变得怎么样的面目全非。可我们各种手段都用过了，沈世子还是不开口，而且各种证据也表明，他是没有嫌疑的。沈世子在永和巷养了一个外室，叫锦玉，有了身孕。这几日害喜严重，状态十分不好。大人可以借此让沈世子快些招认。好，我会利用好这个话术。另外，务必让江潭心也听到这些话，这样他们夫妻俩就会离心，反倒是一个更好的突破口。毕竟这件事也真的可能是江潭心一人所为。太子妃娘娘，您也学过审讯之术吗？我哪里懂什么审讯之术，不过是看的书多一些罢了。再加上这件事跟我身家性命有关，就不得不多关注一些了。他建议道：太子妃娘娘车马劳顿，先回东宫休息吧。等明日出了结果，下官去东宫一起禀告您和太子殿下。那就有劳商大人了。双方回礼，江南之起身在众人簇拥下回了东宫。而这边商池立刻再次将沈彻跟江潭心提出来审讯，并且还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将他们关在相邻的2个屋子里。商大人都审讯了1天，怎么又来审讯了？沈世子还是一口咬定这件事与你无关吗？那为何尊夫人会知道兰若寺的主持跟太子殿下有仇？这个问题商大人你问过许多遍了，在下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心儿跟她妹妹感情不太好，毕竟是两母所生，所以可能只是姐妹之间的局龉，想要报复而已。但说谋逆一事，她一个深宅妇人怎么懂得那些？这是沈彻跟江潭心说过的托词，毕竟是江潭心给那小和尚送了信息，只要推到只是姐妹不和尚，那么就算是有过错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沈世子好久没去永和巷看锦玉姑娘了吧？我不知道商大人的意思，也不认识什么锦玉姑娘。沈世子，你真不承认锦玉姑娘了吗？她可是怀了你的孩子，这几天害喜害得厉害，人不是很好。她让人去侯府找你，却被赶了出来。这怕是再耽搁下去，恐怕会一尸两命啊！商大人，你说什么？为了你的女人跟孩子，还请沈世子招了吧。可是商大人，我真的跟这件事情无关，我不认识那个假主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跟太子殿下有仇的。兰若寺这个地方是江潭心选的，而且也是他通风报信给那和尚，我全程什么都不知道。大人，我敢对天发誓，如果说的这些话哪里有不实的话，就让我断子绝孙。所以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都是那江潭心一人所为，你半分都不知情？沈彻犹豫了一下，他才说道：在回京的路上，江潭心跟我承认了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就说是为了报复太子妃，至于其他的我是真的不知道了。一墙之隔的江潭心见沈彻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自己身上，
就为去见那个怀孕的贱人，他发疯似的挣扎了起来，可是却被女狱卒双手狠狠按住，嘴也堵得严严实实，一切挣扎都是徒劳。沈世子没有问题了，在这里按下你的手印，等天亮之后，你就可以离开大理寺了。不用等天亮，能否劳烦跟商大人借一辆马车？我要先去永和巷。可以。等到其他人都退下去后，荣思景坐在床榻边，他犹豫了一会儿，才伸出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小太子妃柔嫩的脸颊。这个时候倒又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江南枝虽然因为发高热后昏昏沉沉的，但是实际上外边发生的事情还是知道的。所以说，之前那么多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到底还是让太子坚固冷硬的佛心有了那么一丝丝的皲裂，是吧？啊，要不趁热打个铁？想到这儿，昏睡中的小太子妃突然委委屈屈地应了一声，就是握住那只伸过来的大手，把大手给抱进了怀中。太子，我好怕。饶是荣思景知道自己不会动情，这一刻还是心软得一塌糊涂。他不止没有收回手，还伸出另外一只手去轻轻地摸了摸小太子妃头上的软发。太子，我好怕。有我在，不会让那些坏人再欺负你的，只知不怕。那你一直都在吗？对，我一直都在。得到了承诺的小太子妃好像找到了安全感似的，眉心松开了一些，还开始得寸进尺了。因为荣思景一手被他抱住，一只手还摸着他的头，所以江南枝哪怕闭着眼，还是一头钻进了那带着淡淡檀香的怀抱之中。小手十分利落地搂住了荣思景的腰，还把红彤彤的小脸也埋入了他硬朗的怀中，跟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似的蹭了蹭，蹭得荣思景心痒痒的。不知道为何，抱着怀中的人儿，这一刻他的心竟然比之前念经的时候还要感觉安宁。俩人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抱在了一起，相拥而眠。实际上，虽然江南枝跟太子几乎相拥而眠一整晚，但是俩人还真的没有做一些什么。江南枝病得时而糊涂，时而清醒，但是却跟小动物似的，双手双脚都死死地抱住了荣思景。不过他并没有立刻推开怀中的小太子妃，而是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又看了看她的状况，确定她此时睡得很平稳，只是因为浑身都有汗，反而不太舒服地动来动去。荣思景默念了好久的清心咒，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忍不住在他的身后拍了一下。别动了。江南枝病刚好，脑子还不清楚，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爽。他决定惩罚那个打他的太子。所以江南枝故意的一个翻身，就把荣思景给压在了身上，然后整个人就跟撒娇的猫似的，想要把浑身的毛都蹭到主人身上去。太子妃，你是不是已经醒了？江南枝才不搭他的话，他把自己滑嫩的小脸贴在了太子的脖颈处，反复摩挲着。荣思景一时间又好气又好笑，他索性直接起身，把小太子妃从腋窝那直接给架了起来，朝旁边的浴室走去。工人之前送的沐浴水也不知道冷没冷，不过冷了也好，太子妃不清醒的话，这个时候泡个澡定然会清醒许多。太子殿下，你是魔鬼吗？我可是病刚刚好，就要被丢到冷水浴桶中了吗？或者说，是你起火了？你自己想要冷水灭火？眼看着自己就要被丢到浴桶中了，江南枝一咬牙，用尽平生力气，直接将荣思景也给扯了进去。
虽然荣思景也知道俩人此时共浴有一些危险，但他还是在跌入进来的瞬间伸手护住了小太子妃的头跟腰。看着太子殿下复杂的表情，耳朵尖也是红彤彤的，江南之很坏心思地动了动。荣思景立刻伸手按住了他的腰。太子妃，你是不是在恩将仇报啊？啊，殿下，您说什么呀？哦，对了，殿下，您为何会在臣妾的寝宫，还跟臣妾睡在了一处啊？我就不该担心你。江南之想了许多，唯独没有想过一件事，那就是太子的心。毕竟他对他一直怀有目的的。荣思景看着愣住了的小太子妃，伸手把怀中的人压了过去，那娇嫩可口的小嘴儿瞬间被踩斜。江南之猛然瞪大了美目，他的双手抵在了太子的胸膛，睫毛上的水珠都因为轻颤而在折射旖旎的光。跟之前的浅尝辄止不同，这一次两个人都有一些意乱情迷，甚至无师自通的更加深入了。不知不觉间，轻薄的衣衫都漂浮在了水面之上。可能是经验不足，所以一切都很小心翼翼，全靠本能在探索着。而就在这关键之时，那浴桶好像是再也不能承受了一般，突然皲裂开来，哗啦，水跟花瓣也都涌了出来。荣思景更是十分快速地把江南之护在了怀中，俩人狼狈地跌坐在了地上，四目相对。那一刻的清醒顿时让两个人心中都涌起了一抹十分奇异的感觉。娘娘，怎么了？你没事吧？芝芝，怎么了？木碎也就算了，阿娘竟然也来了。而看着明显惊慌失措的小太子妃，荣思景莞尔，他起身捞过旁边的挂着的袍子，给小太子妃先裹上。我没事，你们暂时不用进来。娘娘，真的不用进来伺候您吗？不必。芝芝，听说你病了，我给你熬你最爱吃的那种甜粥吧。好，木碎，你带我阿娘去厨房吧。是。等到外边终于安静下来，确定他们都走了，江南之才松了一口气，转过头看到了太子竟然把贴在身上湿透了的袍子给脱掉了。太子妃为何这样看着姑？上次在温泉行宫没有注意，殿下，您身上为何有这么多的伤啊？太子妃不用担心，姑不打紧的，没有致命伤。江南之不再问了，具体的那些权谋诡计，太子不会告诉他。而且如果有致命伤，估计太子也不会站在他眼前了。殿下，臣妾这里没有准备您的衣袍，要不您还是先去床榻上躺着吧，臣妾让白总管来伺候您。你先把衣裳穿妥帖了，再喊白芷。是。江南之自己整理好后，就去喊了白芷来。他转身去了厨房那边，直接见母亲了。荣思景这个时候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自己刚才差点就破戒了。实际上，如果那浴桶足够结实的话，他根本不想停下来。都怪那浴桶，如果没坏就好了。殿下，臣妾有一个请求。什么事？臣妾想要在寝宫修一个汤池，臣妾体弱，经常泡药浴澡，会有效果一些。姑还以为你想要重罚那江檀心呢。实际上，这个江檀心的罪行可大可小。说大了，可以直接被判流放；说小了，只要太子妃既往不咎，甚至就可以无罪释放。结果，江南之竟然真的不再追究了，给那江檀心打了10个板子，以儆效尤，就送回了广平侯府。荣思景有点狐疑地打量着自家小太子妃。虽然只是流放3年，
但江檀心到底是弱女子，身娇体弱的，走到半路上如果生个什么病什么的，可能人就没了，那多不好啊。江南之一方面不希望江檀心这样容易死掉，另外一方面，沈彻对江檀心还有情，他肯定会去动用关系，最后把江檀心给救出来。可是这样一来，江檀心就对沈彻的感情更深了，说不定这次事情还会变成他们和好的契机。不，江南之才不要他们和好，他要让他们俩慢慢彼此生厌，彼此怨恨，最后狗咬狗，互相伤害，成为一对怨偶，互相折磨。荣思景看了看小太子妃，发现他眼底闪过的一抹亮光，就知道他肯定又是在算计什么了。罢了罢了，他开心就好，反正事情闹大后有他在后边兜底儿。不过下一刻，江南之竟然不知道何时来到了他的身边，伸手扯了扯他的袖子。殿下，你还没说臣妾可以修建汤池吗？荣思景想起来早上的事情了，嘴角微抿，就知道这小狐狸是故意的。可以。殿下，到时候让人把汤池修建的大一些吧，倘若你有时间了，也可以一起来泡泡。荣思景最后还是纵容了江南之。沈老夫人让沈世子休了大姑娘，但是沈世子十分不舍。可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姑娘相当于被困在院子里，哪里也去不了，沈世子也没有去探望她。但是不得不说，愿意为了她对抗整个侯府，沈世子还是在意大姑娘的呀。沈彻最爱之人永远只有他自己。至于对江檀心的感情，等到真正威胁他的前途和他本身的时候，一切就都分崩离析了。主子，大长公主已经知晓了大公子江承锦对明珠县主有意图的事情，她也警告了明珠县主离大公子远远的，但明珠县主会不会听，就不得而知了。你看，老天爷对每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会给许多选择。最后选来选去，如果走进了死胡同，那么就不要怨天尤人了，都是自己的选择罢了。暂且把江家的事情放在一边，因为年关将近，江南之要开始准备过年的相关事宜了。禀告娘娘，大事不好了！那位柳氏拿着您的玉佩来东宫，结果冲撞了太子殿下。江南之并不担心太子殿下会对柳如烟动心，毕竟他都那么努力了，太子殿下什么都不动。即便如此，江南之还是做出十分担忧的表情来，起身就带人赶了过去。等到江南之刚靠近太子寝宫附近的那个梅园时，就听到了柳如烟怯怯的声音：太子殿下，我真不知道您在这里，我就是看这腊梅实在是漂亮，想要采一些送给太子妃的。荣思景看着这个柳如烟，眼底都是厌恶之色，但却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微微皱眉，时不时轻咳几声。江南之见状后提裙走了过来：见过殿下。太子妃，是你让这个柳氏来东宫的？是，臣妾跟他相谈甚欢，所以就想着让他平日里来东宫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儿。罢了，下不为例，不许来姑的寝宫这边来。是。江南之露出诚惶诚恐的表情来。恭送太子殿下离开后，他转过身瞪了瞪柳如烟，急切道：柳氏，你怎么跑到太子寝宫这边来了？娘娘，我是着急来找你，结果走错了路，你别生气啊，我不是故意的。下次你再来东宫可不许乱走了，知道吗？这里面的规矩啊，可比镇国公府要多多了。我一定不会乱走了。江南之把柳如烟带回了自己的寝宫。你好厉害，繁体字都写得这样好了。管家其实挺累的，
可这也是我现在的本职啊。管家的确很累，唉，这里做正事的都是这样。啊，你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具体的我也不太记得了，小时候发了热，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哦，那你比我可怜多了。娘娘，外边说太子殿下身子弱，他是害了什么病吗？我会一些强身健体的法子，需不需要？哦，什么法子？具体的事情要如何做，还是得我亲自看过太子殿下的脉象才能确定。这件事我可做不得主，得问过太子殿下才行，因为太子殿下身边是有固定的太医的。我懂。这样，等下次我带一些强身健体的药丸来，确定没有毒，你们就给太子殿下试一试。等殿下认为那药丸有效，我再给殿下把脉。也好。江南枝留柳如烟用膳后，就让人把她给送走了。花昭，让丁一去盯着柳如烟。娘娘，丁一在盯着大公子江成锦。不用盯着江成锦了，让丁一去盯着柳如烟。是。安排好了这件事，江南枝就去了小厨房，亲自煮了羹汤，去了佛堂。殿下，臣妾给你熬了汤羹，正热着呢，要不要尝尝？太子依旧不为所动。殿下是不想吃，想让臣妾亲口喂您吗？荣思景的双眼猛然睁开，就看到了一双含笑的眸子近在咫尺，他的心重重地跳了一下。殿下，趁热吃好不好？臣妾是专门替你熬的。荣思景之前一直坚信小太子妃是爱慕他的，可是当那个柳如烟出现在东宫的时候，反而不那么确定了。他怎么有一种感觉，小太子非把别的女人往自己身上推呢？太子妃突然来给姑熬汤羹，莫非是心虚，做错了什么？臣妾给您洗手做羹，不是应该的吗？江南枝，你没有发现那柳如烟的眼睛都粘在姑的身上了吗？那殿下以为柳如烟比得上臣妾，还有岑选侍、华选侍吗？荣思景冷冷一笑。殿下，臣妾是感觉那个柳如烟很有问题，这样有问题的人放在镇国公府，放在表哥身边，实在是不妥。表哥如今兵权在握，倘若真的走了歪路，先不说整个镇国公府都会被波及，甚至往大了想，唯恐会影响国事，这结局更加不堪设想啊。说到底，太子妃都是为了林宇还有林家人。哼，你也担心会有影响，波及到你母亲。可你终究没有考虑过姑。姑要诵经，太子妃退下吧。江南枝只好应声退了出来。他回到寝宫的时候，天都黑透了，屋内却迟迟没有点蜡烛。娘娘，您这是怎么了？木穗，你说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男人会生气啊？我的意思是，不是朝堂大事那种。那就是家务事了吧？家务事的话，那就是妻妾争宠，儿孙不好好读书，不务正业，还有就是长辈是非不分。莫非太子殿下吃醋了？这不太可能，毕竟太子又不喜欢他，而且他又不是真的给太子安排女人。在知道柳如烟不安分后，就想着把这人给放在眼皮底下好了。所以太子殿下到底是怎么了？东宫这边因为柳如烟的事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气氛之中。快要煮熟的太子难道就这样飞了？首先得弄清楚太子为什么会生气，才能治标治本。他直接找到了左皇后。婆媳俩聊了一会儿过年宫宴的事情后，江南枝突然叹了一口气，一脸愁容。芝芝啊，怎么了？
我就是感觉郁闷。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殿下他不理我了。江南之并没有说出柳如烟的真实身份，然后把那天的事情一说。我也不知道为何，从那天后，殿下就开始不理我了，平常也不见我，偶尔在东宫遇见了，他也是一句话都不说，就好像没有瞧见我似的。傻丫头，小景那是吃醋了，他不高兴你把别的女人推向他。当然了，我知道你没有给太子送女人的意思，但他不这么想。母后，您会不会想错了？殿下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呀？哎呦，我的傻丫头呀，你这样好，之前小景一直不喜欢你，我才感觉意外呢。小景没有情动过，所以他不太善于表达。芝芝，你也不要嫌弃他，陪着他慢慢来，好不好啊？我哪里会嫌弃太子殿下，就是有些受宠若惊。那母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啊？你得让他急起来，这段时间你也不要去主动找他了。哦对了，有时间就离开东宫。你母亲不是要出嫁了吗？你可以以这个名义多去陪伴陪伴你母亲。这样真的好吗？芝芝，你信我，儿子是我生的，我敢保证不出7日，小景断然会坐不住了。如果还是不行，你之前有没有青梅竹马之类的，可以偶遇见个面，喝个茶之类的。母后大人，您知不知道您这法子多少有些坑你的亲儿子？虽然哭笑不得，又十分腹诽，江南之还是乖巧的点头应了。江南之从坤宁宫出来后，就继续忙碌准备大年宫宴，处理东宫年底的事务。忙完这些后，他就出宫去镇国公府探望阿娘了。下雪了呀！竟然下雪了，怎么办呢？太子妃娘娘还没有回来啊。她去哪里了？太子妃娘娘去了镇国公府看望她母亲了。这么大的雪门，估计路上会不便利，今晚怕是回不来了吧。荣思景俊脸一沉，握着手炉的手微微用力。芝芝啊，外边下大雪了，今天你要不就不要回去了。待会儿再看看吧，如果雪下得太大了，我就让花招回去送信，明日再回去。过了一会儿，林妙婉被林老夫人喊走了。江南之一个人站在窗前，不一会儿门被人推动，柳如烟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今天下这么大的雪，你今晚不走了吧？要不你来我院子里住，我们彻夜长谈。不了，这里客房挺多，而且我也不习惯跟别人一起睡。也就是说，到现在你还没有跟太子睡？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为什么表哥突然要跟表嫂和离呀？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希望他们和离，我就感觉这正妻吧，都太辛苦了，根本不像是男人的妻子，反而更像是一个大家族的管家。哦，还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管家。呀，对不起啊，我可没有内涵你的意思。娘娘，太子殿下来接您了。通知镇国公府其他人，让大家出来接太子。是。没看出来啊，太子殿下很在意你啊。一群人快步迎了出去。江南之赶到的时候，表哥林宇已经站在了太子殿下的身边。殿下，您怎么来了？姑来接你回家。怎好劳烦殿下亲自来，派人传个话，臣妾不就归家了？明日进宫，我们说一说南疆的事情。是。莫非这个柳如烟跟南疆有什么关系？对了，之前好像是殿医查柳如烟的时候，说她可能是什么奸细。难道是来自南疆的奸细？他扭头去观察柳如烟的表情。
结果这个女人听到南疆2个字后无动于衷，眼神一直粘在太子身上，充满了狂热。莫非是我想错了？太子妃，走吧。荣思景突然对江南之伸出了大手，握住他的小手后迈步朝外边走去。他捏了捏太子的手心。殿下，走慢一点，臣妾要跟不上了。不急，慢慢走。他丢下句话后就背着手迈步走去。明明担心的不行，都亲自来镇国公府接人了，走慢点能死啊！江南之叹气，只好提裙让穆穗扶着，也朝马车上走去。江南之不知道太子到底是想到什么了，耳朵红成那样，但想着对方这段时间以来故意跟自己赌气，今日还来接自己，应该就是丢了一个阶梯，自己就应该顺着下了才好。所以在江南之走上马车的时候，还未站稳，就一脚踩在了自己的衣袂上。荣思景也的确在自己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双手已经伸了过去，一手揽住小太子妃的腰，另外一只手却是按在了一处柔软。他惊了一下，瞬间收回手，可江南之哪里愿意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他好像是落入水中想要挣扎求生的人一样，伸手胡乱去抓，恰好扯到了太子手腕上的佛珠。佛珠不能承受，猛然被扯断，大珠小珠落玉盘般噼里啪啦的在车厢内散落了一地。而刚刚站稳了的江南之不小心踩到了一颗珠子上，身子往前一冲，直直的把太子殿下给砸到了下面去。越是挣扎，缠的就越紧。荣思景低头看着小太子妃正伸手去解那缠绕在一起的带子，但却越解缠绕的越紧。他有一些着急，耳根泛红，又急又恼的模样，有点招人。姑来姐。江南之一顿，小声的嗯了一声。毕竟那纠缠在一起的带子是他趁着太子不备的时候系的死扣。江南之看着近在咫尺，太子微皱的眉头，伸手捡起了一颗珠子，十分愧疚道：对不起殿下，臣妾不是故意扯坏的。无事。好不容易得来的近距离接触机会，江南之决定不能这样浪费了。殿下，那个柳如烟是不是敌国的细作？他好奇怪啊，之前还说很倾慕我表哥，如今又各种打探东宫，想要入东宫。哦，他说了什么？他竟然说自己能够让殿下您的身体康健起来，说自己会弄一种秘药，到时候让我帮忙把秘药进献给您。荣思景手中的动作一顿，他抬眸看向江南之。啊，殿下放心，我拿到了那药，肯定会先让洛神医检查检查，看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也想着，万一他真的有办法让殿下的身子好起来呢？既然这个柳如烟有问题，我们也弄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那还不如索性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这样他肯定就会原形毕露的。荣思景已经确定小太子妃不是故意给自己送女人了，他是真的担心那个柳如烟是哪个仇敌派来的，会对他不利。小太子妃果真处处为自己着想，之前的事情是他狭隘偏颇了。你这样做的对，另外姑已经知道了柳如烟的身份。他是什么人啊？难道殿下也发现了，这个柳如烟可能是从什么古怪地方来的人？她是西南藩王荣不封的义女，荣华。难道说上一世镇国公府林家的惨案就是跟西南藩王有关？不过你放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荣不封派他来的真实目的，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如今我表哥手握兵权，这么看来更不能把他留在镇国公府了。
不过，如果真的让他进了东宫，他会不会做什么对殿下您不利呀？没有人能对姑不利。司景意识到小太子妃很担心自己，他心中柔软成了一片，伸出手下意识地帮他把凌乱发丝理顺了。而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荣思景的手僵在了那儿。殿下，您可真厉害！他突然伸出大手，将小太子妃那双璀璨的眸子给挡住了。殿下，怎么了？你别看着姑，你看着姑，这带子就解不开了。江南枝也知道见好就收，他们总不可能在马车中发生什么，所以他就乖巧地点了点头，然后趁机又让睫毛挠了挠太子的手心。这小狐狸怎么连睫毛都不安分？接下来俩人都没有再说什么，但马车内的气氛却十分旖旎温柔。直到马车停在东宫大门口的时候，那大氅的带子还是没有解开。殿下，要不臣妾把大氅脱了吧？不用脱，姑抱着你。江南枝有一些纠结，可这边帘子被工人打起来，太子已经揽着他从马车上下来了。江南枝是真担心累到太子，赶紧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同时身体也在暗暗配合发力，努力让太子轻松一些。一路上黑色的锦靴踩在刚飘下来的雪片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可是很快江南枝就被别的声音给吸引了注意力。咚咚咚，这是太子的心跳声。等到了太子寝宫后，江南枝才被放下来，他赶紧帮两人脱掉了大氅，交给了赶过来的白纸。只是没等江南枝再多说两句话，太子就丢下一句让他自便，自己换一件狐狸毛大氅，起身去了佛堂。江南枝看着他有点落荒而逃的背影，有点无语。怎么弄得自己好像是吃唐僧肉的妖精似的，这样唯恐避之不及吗？但江南枝能够确定的是，自己在太子殿下心中肯定是占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席之地慢慢扩大。冷嬷嬷，本宫这儿有一件事想要请教你。哦，说请教，老奴不敢当。娘娘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太子殿下之前是不是被男女之事刺激过？冷嬷嬷一愣。冷嬷嬷，我知道这件事是殿下的秘密，可我并不是外人，而是殿下的枕边人，更像是他的家人。所以我想要多了解殿下一些，好更能接近他一些。实不相瞒，上一次我们俩差点就行房了，可是关键时刻他却……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所以殿下才会嫌弃我，不想碰我。哦，娘娘，这不是您的问题。那是因为什么？娘娘，您猜的没错，殿下并不是真正出家做了和尚，偶尔也会用一些荤菜，喝点酒，总归就是不用完全遵守清规戒律。至于这女色，殿下16岁那年，有人送了一个西域舞姬来。那个西域舞姬是被人专门培养出来的，很擅长房中术，会的花样极多。她女扮男装被送进了东宫。所以殿下是被她……那段时间正好殿下要去寺庙之中跟僧人论善讲法，恰好不在东宫。那个女人按耐不住，就蛊惑了几个侍卫。等到殿下回来的时候，恰好看到了床榻之上白花花的一片，就被恶心到了。当时气恼的把那个寝宫都给烧了。殿下至此以后再也不碰女色，哪怕后来
皇后娘娘让白选侍跟李选侍过来，殿下也没有让他们侍寝，就只当东宫多2个人养着罢了。后来呢？那个舞姬跟那些侍卫自然都没有留，但不管怎么拷问，都没有查出来是何人指使了这个舞姬。冷嬷嬷说完后，拱手对江南之郑重行了一个大礼。娘娘，太子本是一个天性率真温柔的孩子，可是后来遭遇了那么多暗杀，还遇到了那个舞姬的事情，才让他开始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冷清淡漠，但这些都不是他的本意，还请娘娘不要放弃殿下呀。江南之只得点了点头。等到冷嬷嬷退下去后，江南之一手扶额，眉宇微蹙。可是知道了真相后，他突然有点心疼对方了。江南之决定自己做点什么，好能帮上对方的忙。江南之拿出纸笔，努力回忆起那个叛军首领的模样，毛笔刷刷刷地扫过宣纸，不一会儿就勾勒出了一个魁梧大汉的模样来。对了，当初在城楼之上，那个叛军首领的右手手腕上还有一个月牙形的疤痕。如今得想个法子，把这东西合情合理地送到太子殿下手中。没过多久，这个理由就出现了。柳如烟终于做好了他所谓的神药，给江南之送来了。而江南之在给太子殿下服用过后，太子殿下的状态竟然真的好了许多，不止赏赐了柳如烟许多绫罗绸缎、金银珠宝，还宣他进东宫来。可是把柳如烟给高兴坏了。太子殿下，今日我表哥上朝的时候是个什么表情啊？当初太子妃怎么没有嫁入镇国公府，与林雨定亲呢？这是又吃醋了。先不说表哥岁数那么大了，就是他这性子，我也是不喜的。不管如何，姑已经提醒过林雨，那柳如烟可能是细作。倘若如此，他还是一意孤行，那到时候姑只能秉公处置了。江南之没有说话。太子妃不为林雨求情吗？太子如果以后要处罚他，那么肯定是他做错了，背叛了大楚，我自然不会为他求情了。而太子殿下仁慈，心怀天下，也不会过多的苛责为难镇国公府女眷的。虽然这次俩人并没有什么暧昧越剧的行为，可不知道为何，荣思景还是感觉有一些闷热，让人喘不过来气。好在没过多久，车辇就停在了东宫门口。江南之下来后也轻舒了一口气。启禀殿下，太子妃娘娘，东宫出事了。胡说八道什么？东宫的主子都在这里好好的，东宫怎么会出事儿？是华选侍打了那位柳姑娘，然后柳姑娘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将华选侍的房子给点了，火刚扑灭。人呢？现在都在华选侍的院子里，说要等殿下跟娘娘回来，给他们主持公道。荣思景跟江南之对视一眼，俩人一起迈步朝里走。殿下，你终于回来了，你可得为我做主啊！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把柳姑娘扶起来！你也太冒失了，这么大的人了，还站都站不稳，不知道殿下身子不适啊？你这一下给他撞出什么问题来，该如何是好？姑身子不适，这件事就交由太子妃处置吧。是，白总管，快送殿下回房。是。太子殿下一离开，在场的人表情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娘娘，我带着礼物来拜访两位姐姐，结果华姐姐劈头盖脸就拿鞭子抽了我一顿。
你看看我手臂上的伤，都是他给抽的。哼，你怎么不说自己明明是镇国公府的侍妾，竟然跑来东宫耀武扬威，还说什么以后大家都是姐妹，你也配？娘娘，华选氏没有说谎，这柳氏的确是来我们跟前耀武扬威的，还说我们是闺女有什么用，反正也得不到殿下的宠爱。大家闺秀又怎么样？不还是被困在这东宫小院子之中，只知道辞敬吗？再说了，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他就动手打我？是你用妖法烧了华选氏的东厢房？那可不是什么妖法，你们当我是妖精吗？这不过是一种秘术。这么说吧，这个秘术用好了的话，甚至都可以用到行军打仗上呢。不过我不告诉其他人。太子妃，我只告诉你。娘娘，不管他是用的什么法子，但是烧了我的厢房，那是事实啊。可你也打我了。行了，各自都有错。华选氏，本宫不是说过吗？不许在东宫随意用鞭子抽人。娘娘，妾错了，以后不会了。纵火是大错，华选氏修葺厢房的银子，柳如烟，你来出。另外，回头本宫会让一个教习嬷嬷来教你东宫的规矩。柳如烟可舍不得自己的银子，那可是她跟林雨撒娇得来的。如果你不愿认罚也行，就证明你不适合待在东宫，回头就让镇国公府来领人吧。柳如烟哪里愿意走？她赶紧点头道：好好好，我认罚，我这就回去拿银子。等到柳如烟走了，她急切道：娘娘，这个柳如烟真的要留在东宫吗？就是啊，她不是镇国公府林将军的侍妾吗？这是太子殿下的决定，我们也不能置喙。将这件事处置完后，江南枝就起身离开了。娘娘，华选氏厢房的事情已经处置妥当了。另外，殿下说今晚让您过去他寝宫休息。江南枝一愣，这怎么还主动上了？稍微晚一些，本宫就过去。白芷领命离开。江南枝如今已经知道，太子平时都是装病弱，但每个月15上下又会犯病。如今又要到15了吗？殿下你怎么样了？洛神医呢？已经让洛神医看过了，也服用了药。华选氏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那柳如烟口口声声说自己会秘法，可以凭空变出火来，还说可以用到打仗之中。当时并未言说，只是私下里告诉臣妾。看来他是想要用这个秘法给自己谋求什么。太子妃就不担心孤真的让他得宠，甚至让他有了子嗣？臣妾相信殿下有千百种法子，万不会用这种美男计。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被迫无奈，殿下用了这美男计，真让那柳如烟有了孩子的话，如何？等到西南藩王事了，那柳如烟的身份就会十分尴尬，当然不能亲自抚养孩子了。本宫可是那孩子的嫡母。荣思景眉心一沉，他明知道小太子妃是十分聪慧睿智，所以才会从大局观来看待这件事。毕竟不管如何，柳如烟都是他们俩联手布局钓上来的鱼。可即便如此，在听到他能够这样冷静地分析着各种可能，甚至连以后他来养那个根本不可能出生的孩子都想好了，荣思景心头莫名地闪过一抹烦躁。殿下，您头疾发作了吗？让臣妾来帮您按一按吧，兴许可以缓解。荣思景其实现在并不想听到他的声音，但却鬼使神差的没有拒绝，而是很低沉地了一声。江南枝则是撩起裙摆，脱了鞋子，直接上了床榻。殿下，您这样靠坐着，臣妾给您按的不方便，待会儿您就躺到臣妾的腿上来吧。
荣思景都气笑了，他差点忘记了他家小太子妃多会顺杆爬了。当他躺在他的腿上后，就闭上眼，一句话都不说。下一刻，突然有一串东西被套在了他的手腕上。刚决定不睁开眼睛不说话的荣思景瞬间睁开眼看了过去。之前弄坏了殿下的佛珠手串，就赔给殿下一串，殿下莫要嫌弃。虽不是上好的质地，可却是臣妾诚心为殿下求的。所谓诚心，不过是专门让花昭去古玩店专门淘的，也算是诚心了。荣思景却垂眸看了看那佛珠手串，质地比自己其他的简直差了太多，但却莫名的感觉很好。尤其是当那双小手轻重适中的给自己按压头颈，那紧皱的眉头终于缓缓地舒展开来。没过多久，荣思景有浓浓的倦意袭来，就那样枕着江南枝的腿睡着了。今日本来是荣思景毒发作的日子，是他情绪最不好、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可不知道为何却睡得很熟，竟然一觉到了天亮。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江南枝刚用过早膳，宫女就说柳姑娘求见。让她进来吧。太子妃娘娘，你昨天为何不重罚那个画选士？画选士背后的画家，就是太子殿下都在意几分，本宫又怎么可能会随意去罚他呢？就烦他那样的，有背景就了不起吗？看他也不连一个侧妃都没有混上。江南枝自动过滤这些话，全当听不见。娘娘，你昨天说的那个学规矩的事儿，能不能免了？之前阿宇就喜欢我这样特立独行的性子，倘若你让我学的跟你们这些贵女们都一样了，那我就跟你们没有区别了呀。你如今身在东宫，一言一行也都是我东宫的脸面，倘若你丢了东宫的面子，本宫势必也不能容你。至于你说了我表哥最喜欢你这样，那本宫送你回郑国公府如何？啊，不，我才不回去，学规矩就学规矩好了。太子妃娘娘，你不好奇我昨天是如何引来的火吗？这个法子很巧妙的，我能不能去见一见太子，亲自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呀？好，本宫帮你转达给太子。柳如烟满意了，起身离开。娘娘，你真的要替她去太子跟前长脸吗？这个女人真的还不如岑选士和华选士懂事呢。真当太子的床榻是那么好爬的吗？到了傍晚的时候，荣思景从宫中回来，宫人来禀告说太子妃邀请他一起在他那边用晚膳。荣思景想了想，还是先回了趟寝宫，换了一身衣裳，还确定带着那串太子妃特意为他求来的佛珠手串，这才前往太子妃的寝宫。殿下，柳如烟说要单独见您才肯说出那个秘术。单独见他是不可能的，万一他害姑怎么办？总归你得在场。好。哎，对了，今日那柳如烟来，身上掉了一张纸，好像是仓促之间带进东宫的。什么东西？江南枝把那张叛军头目的画像拿出来，递给了荣思景。殿下，这张纸就是从柳如烟身上掉下来的，画上是一个粗犷的男人，看起来像是个武将。臣妾认识的人少，并不认得。殿下您看，您认识吗？姑不识此人，回头让人去查一查。江南枝点了点头。接下来太子夫妇俩十分和睦地用晚膳，俩人相敬如宾，好像彼此都忘记了早上那一抹尴尬似的。后来俩人一起见了柳如烟。柳如烟虽然不满太子妃在场，但最终还是说了自己所谓的秘术，就是将玻璃对着太阳，过一会儿就能把东西烧起来了。荣思景跟江南枝听后都是有一些新奇，荣思景更是让白纸记下来，回头交代工部去研究此事。
柳如烟，这个法子不错，你想要什么赏赐？妾既然进了东宫，那么就是太子殿下的人了，所以今晚妾想要服侍太子殿下。孤身子不是，换一个赏赐。妾其实仰慕殿下许久了，既然你身子不适，那妾来给你按揉一下吧，妾学过的，能够让你很好的缓解疲倦跟病痛。可谁想到，在柳如烟信誓旦旦地说出了按揉推拿的话后，太子夫妇俩十分默契地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太子的眼神最先移开。这不就是昨天晚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吗？江南枝嘴角微扬，担心自己笑出来，连忙拿帕子按了按嘴角，用来掩饰。那个也不用了，不过如今你既然入了东宫，那么以后就也以选侍的身份待在东宫吧。那就多谢太子殿下了。等到柳如烟、奥部刘选侍兴高采烈地离开后，江南枝看向荣思景。之前他就跟岑选侍还有华选侍起了冲突，如今他们身份再一样了的话，岑选侍那边也就罢了，华家会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谁说他们身份一样了？江南枝一愣，果然第二天刘选侍还在自己院子中苦大仇深地跟着嬷嬷学规矩的时候，就听说另外2位选侍都升了位分。华选侍做了华侧妃，而岑选侍做了岑良娣，位分都比刘选侍要高。主子，您都来京城这么久了，要不要跟百里先生见个面？百里先生是谁？我为什么要见他？看，奴婢都忘记了，你失去记忆，之前的事情都给忘记了。那等你见了百里先生，就都明白了。那百里先生能够帮我得到太子殿下的宠爱吗？百里先生手握千机，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十分厉害，不然的话王爷不会让您去联系他。那好，你想办法送消息出去，约百里先生见个面。是。这里毕竟是东宫，多谨慎一些，可别被人发现了。柳如烟一直没有动静，荣思景其实有一些着急，因为他很厌恶这个女人，不想让她待在东宫之中。但现在荣思景更关注另外一件事。你的意思是太子妃寝宫的汤池已经修好了？是的，殿下。那你说太子妃会不会来邀请姑一起泡汤啊？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荣思景下巴微抬，姑得去佛堂了。如果太子妃娘娘真的邀殿下去泡汤的话，殿下会不会拒绝呢？殿下肯定会拒绝。按道理来说，这个汤池就是专门为太子殿下修的，毕竟是要温水煮太子，也得有锅不是？江南枝起身披着兔毛大氅，走向了寝宫后边的汤池。他要自己先享受享受。荣思景在佛堂中诵读了许久的经文，再抬起头的时候，月儿已经划过树梢，渐渐远离了。太子妃那边的人竟然还没有过来。白芷看了看盘膝拈着佛珠的主子，殿下，今天太子妃回了江家，好像是不太高兴的样子。那江应清是想利用太子妃为江城锦铺路。难为太子妃了，回头等商池跟林妙婉成婚后，姑问一问太子妃，愿不愿意改寄到商家。今日恐有人混入皇宫，跟姑分开后，你就跟着母后，安全一些。是跟柳如烟接头的人，他们要做什么，殿下知道了吗？荣思景摇了摇头。之前担心打草惊蛇，就只是让贾满盯着，知道那人今日会跟柳如烟碰面，只要把那人抓住了，就能够定了他们的罪。江南枝点点头。
这件事的确很危险，他可没有涉险的爱好，到时候一定要紧跟左皇后左右。不知道今日混进宫之人，会不会是那幅画上的人？这个，臣妾就不知了。荣思景见他的确是真的对这件事没有兴趣，也就没有多说，担心吓到他。好在这个时候到了及时开宴了，帝后给皇亲国戚中的孩子们都看赏了。江南枝也领到了一个小匣子，比其他的人都要大，打开后里面竟然是一对鸽子蛋大小的夜明珠，旁边还放着一个卷轴。这幅画跟夜明珠是本宫跟陛下送给你的。谢父皇母后。荣思景也收到了同样的礼物，他看着小太子妃明明不太喜欢那画，但却脸上露出真挚感谢的笑容来，还在那甜甜地哄着父皇母后开心，他的嘴角就忍不住往上扬。他家小太子妃惯是会哄人的。殿下，刘选侍离席了。让人跟上他，万不可让对方跑了。是。听说郡主失忆了？我遇到林雨的时候头被撞了一下，后来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就只好先跟着他回来了。陶虹只告诉我身份，他说今日见到你，你就会告诉我一切。王爷跟当今圣上有仇，他要复仇就提前让你混进京城来。不过虽然你失忆了，但你做得很好，竟然已经都混到了太子身边。可我只是一个弱女子，根本做不了什么呀。先说好了，什么偷太子军机地图、虎符什么的，我可做不到。不用你去偷那些东西，只要你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放入太子的饮食中。你是要让我毒死太子？不行不行，毒死了他，我也难逃一死了。我义父绝对不会让我做这种事的。这不是毒药，而是让太子殿下身体在短时间内变好的药。真没毒？难道连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如果说副作用的话，那还真有一个。什么？贪色。可是殿下身边有一个洛神医，十分厉害，我还是后来才知道的。倘若是什么厉害的药，万一被那个洛神医查出来了怎么办？我敢保证，任何人都查不出来这个东西。行，我信你一回。对了，此外还有一件事要让郡主去做。你都让我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怎么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啊？因为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做。什么事啊？去把林雨手中的半块冰符偷出来，用假的替换掉。让我偷林雨的虎符？你不早说，为什么等我进了东宫才说？是因为我没想到郡主竟然这样有本事，短时间内竟能又混进了东宫。虽然我已经人在东宫了，不过你放心吧，等过了年，我找个机会回将军府，到时候把林雨的虎符给换出来好了。林雨心中有我，对于他，我手拿把掐。百里月口头上又奉承了几句。俩人没谈多久，虽然柳如烟身份很低，但离开宴席太长时间，恐会被发觉。只不过当柳如烟刚推开门的时候，突然一柄雪亮的刀横了过来，柳如烟顿时就眼睛一翻，昏死了过去。就这胆子，还做细作？这边贾满带人已经跟百里月打在了一起，到了这里，百里月哪里不知道他们已经暴露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百里月趁着手下人把那些人牵绊住的空当，他跑去了坤宁宫。宴会中途，左皇后要回去更衣，她见江南枝没什么精神，知道小姑娘病还没有好利索，十分心疼，就提出让她陪着自己回坤宁宫歇着。芝芝啊，你去隔壁厢房歇着，
等前头宴会结束，小景会回来接你的。是，母后。因为感觉今晚会发生事情，江南枝特意带了会武功的花招，哪怕是在坤宁宫，他也不会放松警惕。所以当一个身上带着一种熟悉胭脂味道的太监从身边路过的时候，江南枝眉心一皱。百里月自认自己的伪装无懈可击，他连忙跟其他宫女太监一般弓腰给江南枝行礼。你让小太监去给白芷送信，就说人在坤宁宫。什么人？那个跟柳如烟碰头的同伙。外边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下一刻房门被踹开，双拳难敌四手，百里月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闯进坤宁宫来抓人？惊扰到了皇后娘娘跟太子妃娘娘，你们担当得起吗？百里阁主，好久不见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次易容不错，我都差点没认出来你，但你也太嚣张了，竟然敢在皇宫之中。怎么，布局了这么多年的眼线，都舍得浪费了？哎，疼！娄颖一愣，难道这副脸皮是真的？你竟然长得这么丑！你扯到了老子的真头皮。这次多亏他家小太子妃机敏，小太子妃肯定也被吓坏了吧。想到这里，荣思景转过身打算好生安抚小太子妃，结果却发现他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贾满。也不知道为何，这人看起来跟上次一起出京城见到的有一些不同，模样还是那副模样，疤痕还是那个疤痕，但就是哪里不对劲儿，他又说不上来。太子妃，怎么了？殿下，你说的那个坏人，他有没有同党？我怀疑那个人根本不是真正的贾满，因为他跟我上次见到的不太一样。太子妃放心好了，贾满这人有两副面孔，从小有个算命的就说他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但是他不会背叛过。哦，那柳如烟呢？也被抓了，回头看能拷问出多少东西来。这柳如烟藏的可真深啊，完全没有看出来他是城府这样深的人。之前表哥林宇能够被他忽悠的团团转，这也就不意外了。柳如烟告诉百里月他失忆了，看样子是真的。殿下，你刚才说贾满身体里有两个灵魂，因为这段时间柳如烟总是说一些奇怪的话，还说他要回家，所以会不会这柳如烟的身体里也有两个灵魂啊？我会让人好好审问柳如烟的。柳如烟的事情会影响到镇国公府吗？柳如烟是细做的事情，镇国公府众人包括林宇在内都不知情，而且他也将当初遇到柳如烟的事情都如实禀告，而且也将相关人等都送了过来。江南枝松了一口气，希望这件事了了，镇国公府也能够躲过上一世的惨案了吧。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有五彩斑斓的礼花绽放，同时还有漫天雪飘在半空中起舞。江南枝仰起头，嘴角微扬。荣思景看着小太子妃巴掌大的侧脸，他突然想起来母后说的一句话了：木鱼哪有太子妃好？太子妃，你的汤匙修好了，泡着可还舒适？还不错，殿下要不要来试试？等审完这次细做的事。好啊，殿下，到时候我再给你按一按头，你最近太累了。站在不远处的白芷拦住了要过去送伞的花招。白总管，怎么了？这下雪了，可不能淋到两位主子。这不正好给两位主子创造机会，拉近他们的感情吗？拜别帝后，太子夫妇动身一起回东宫。
刘选侍人呢？刘选侍深得母后大人青睐，就暂时留在宫中了。我们先回去吧。是。这边江南枝已经回了寝房，沐浴更衣后，披着头发坐在案几跟前。左手边摆着一个锦盒，那里面放着的是左皇后给的一对夜明珠，右边也放着一个同样的锦盒。哦，那是左皇后给太子的。太子竟然刚才在回来的车上随手给了他。当时江南枝就跟太子确定过是给他的还是让他给收入东宫库房的。太子表情复杂，但还是说了一声，他留着没用，给你的。不要白不要。莫非是之前的温水煮青蛙见了成效了？娘娘，可能得劳烦您去趟大理寺。啊，殿下已经到那儿了。发生了何事？跟那柳如烟有关。昨天晚上殿下让人连夜审问柳如烟跟那个百里月以及相关人等，那柳如烟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用刑了也没说，最后到底松了口，说要见到您他才会招。娘娘放心，到时候我们都会护在旁边，殿下也会在您身边，不会让您有半分危险的。好，本宫这就去。虽然这件事很急，但白芷还是坚持让江南枝用完早膳，这才动身出发，把他送到了大理寺。你不用害怕，待会儿不用去地牢之中，已经将那柳如烟提审出来，而且到时候我们都会在旁边。殿下，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何这个柳如烟一定要见我呀？放心，有姑在，不会让她伤害到你的。结果当他们进了关押柳如烟的那个房间，柳如烟在看到江南之后顿时眼睛一亮，不过随后看到进来了这么多人，她脸色又是一变。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我都说了，我只跟太子妃说，你们都出去。还有，我知道你们可以偷听，也不许偷听，不然我就咬舌自尽，什么都不说了。你们永远不知道这个秘密。你们都出去吧，没事的。我会让丁一甲满在暗处用弓弩对着他，倘若他敢伤你，就瞬间取他性命。半刻钟后，所有人都退了出去。太子妃，你快点想办法救我呀！我为什么要救你？我们是老乡啊，你不救我，倘若我把你也是穿越者的事情说出来，你说你这个太子妃的位置还保得住吗？你威胁我也没什么用啊，你这次参与的可是谋逆大罪，我劝你还是把知道的赶紧都招出来。可重点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醒来后就成了这个柳如烟，还是前不久侍女陶红告诉我，我其实是西南藩王荣不封的义女。我问他我要做什么，他就给我安排了跟百里月接头。那你既然不是真正的柳如烟，那没必要再去联系百里月。还不都是因为你，我去了东宫，你也不帮我得到太子的宠爱，而且还任由华侧妃他们欺负我。如果不是你们逼我，我又怎么会铤而走险去跟那个百里月见面？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你贪心。倘若你早点主动亮出身份，跟太子殿下投诚，将百里月还有荣不封等都供出来，那结果就会不一样了。那我现在投诚还来得及吗？那你有荣不封谋反的证据吗？你特意把我喊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江南枝，我知道你一个女流之辈，肯定没有办法把我救出去，你帮我去找林雨吧，他那么爱我，肯定会想办法把我救出去的。而且义父也知道当初是他把我带走了的，如果他见死不救，等以后义父谋逆成功，肯定会找他算账的。我不会帮你送信的。你竟然不帮，你就不担心我把你也是穿越者的事情抖了出去吗？到时候我活不成了，你也别想好。你仔细想想，
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跟你是一样的了？你在你原来的世界也是一个平凡的失败者吧？毕竟你纯且贪心，做事急功近利，即便你穿越了，可还是把日子过得乱七八糟。你原来一直都在骗我，一直都是在扮猪吃老虎，你简直太可怕了。不，原来你就是故意要把我引进东宫的，对不对？将你带来东宫的，难道不是你的野心跟贪念吗？江南枝，我果然斗不过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呢。但是谁说我蠢笨？我还是给自己留了后手的。你最在乎你的母亲凌妙婉吧？你就不好奇我在郑国公府的时候有没有对她做什么吗？你对我阿娘做了什么？柳如烟见他没有防备的靠近，高兴极了。他一只手已经从绳索那儿松了出来，然后眼疾手快地把之前藏了的一颗药丸塞进了江南枝的嘴里。那药入口即化，即使江南枝瞬间吐了出去，但还是不小心吞咽了一点。而柳如烟还没来得及得意地笑出来，外边凌空飞进来2支弩箭，一支射向他的胸口，另外一支射向了他的腹部。江南枝啊，江南枝，你会扮猪吃老虎又有什么用？太子是佛修，根本不会碰你。你服用了这顶级媚药，倘若没有男人疏解的话，你就会痛苦死啊！他笑着笑着吐出一口口的血，最后渐渐没了声响。与此同时，荣思景、商池等人都冲了进来。江南枝被荣思景揽在怀中，他口中辛苦，但听着柳如烟的话，彻底放了心。如果柳如烟能够听到他的心声，高低会听到那一句谢谢。不过江南枝却还是抓紧了太子的衣襟，紧张道：柳如烟死了？刚才他说给我阿娘下毒了呀。他如愿地昏倒在了太子怀中。江南枝是被热醒了的，他的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但却感觉眼皮很重，浑身滚烫，口干舌燥。他听到有人在说话：这药十分霸道，不过幸而太子妃吐出来了大半，只有一点融入了口中，但终究让他内火郁结。那该怎么办？可能需要太子殿下您同太子妃同房清火，不然的话就得把太子妃娘娘用冰水泡着了。百里月招了吗？那毒有解药吗？百里月说那毒只服用下一点点，没有解药，但也没有大碍，只需要男女同房。模模糊糊，江南枝听到后也有一些无语。不过如果他都这样了，如果太子还忍心大冬天的把他丢冰水桶中泡着的话，那么这只青蛙以后不煮了也罢。江南枝又等了一会儿，发现太子好像是起身走了出去，洛神医跟白芷也就都走了。他的一颗心彻底沉了下去。狗男人，他自己不碰他，也不让其他人帮他，这是打算要熬死他吗？一直到穆穗跟花昭进来替江南枝更衣，扶着他进了浴池后，江南枝已经对太子不抱任何期待了。他以后都不温水煮青蛙了。这破太子谁愿煮谁去煮。处于冰火两重天中的江南枝正专心致志地骂着太子，突然感觉有一只大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太子妃，姑不太懂，所以也不知道做到哪一步可以帮到你。太子竟然来了，
他愿意为救他而破戒了吗？熟悉的檀香被水汽给包裹了起来，反而更加旖旎。江南之刚要转过身，但那双手却按住了他的肩膀，不至于将他给弄疼了，但却也很坚持的模样。虽然决定了要帮小太子妃，但荣思景一想到男女之事，就想起来年少时候遇到的那一幕。手突然碰触到了什么，惹得小太子妃发出一声娇宁，顿时也让荣思景身子一震。但是下一刻，一个更加滚烫的身子却缠了上来。太子妃，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热，殿下，你喊我芝芝好不好？芝芝。江南之咬了荣思景的耳朵一下，荣思景脑中的一根弦彻底崩断，他猛然转过身，把那只小妖精用力揉进了怀中，就亲了下去。殿下，对不起，殿下，你闭上眼。江南之伸手搂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压向自己，轻轻地贴上了他的嘴角。一寸一寸，一进一退，若即若离。旖旎的水汽朦朦胧胧，彻底将两个人笼罩了进去。等到那石楠花味道弥漫起来的时候，江南之诧异地睁开了眼，看着近在咫尺的太子。人还是那个人，但是眼神不再那种淡漠冷清、悲天悯人了。谪仙被拉下了神坛，堕入人间，被彻底染指，几近疯狂。而且更让人神魂都惊颤的是，这份极致的疯狂之中，反而却还带着一种快要溺死人的致命温柔。所以毫不意外的，那疯狂的温柔好像是海浪一般，一次又一次冲刷着礁石，拍出一朵朵洁白无瑕的浪花，被阳光一照，反射出了七彩霞光。东宫太子妃的寝宫闹腾了大半夜。太子殿下，您怎么来了？太子妃，不是说好了今日等着姑一起来镇国公府的吗？你怎么先出发了？昨晚殿下太过劳累，臣妾担心您身子不适，就想着今日回来探亲，自己回来就成了。林雨，去你的书房，姑有话对你说。是。芝芝啊，累了就在这里小憩一会儿吧，等午膳好了再喊你。而这边书房之中，荣思景正跟林雨说了那柳如烟的事情。殿下放心，臣肯定不会跟那柳如烟再有什么瓜葛，而且他带回来的人也都一并查清楚了，确定再也没有相关细作了。不，你还要跟他有瓜葛。所有人都知道你钟情于他，荣不封也知道。过几日，姑会派人去西南跟荣不封交涉，到时候你也同去。殿下，臣嘴笨。无事，回头姑让人教你该如何说，如何做。林雨拱手领命，但他还是有点担心家人。你放心好了，姑会让禁军装扮成侍卫，长期驻守在镇国公府，一直等你回来。多谢殿下。下人敲门说午膳准备好了，请主子们过去。林雨赶紧抬手请太子先行。花招就是这个时候赶到的。他对太子扶了扶身道：殿下，娘娘有一些劳累，还在睡觉，就请你们先行用膳了。带路，姑去看看太子妃。江南之是真的累极了，毕竟谁知道人前金贵清冷的太子殿下破戒后会是那番模样。阿娘，我饿了。睡了这么久，能不饿吗？殿下，您怎么在这里啊？太子妃累了要休息，姑也累。
昨天晚上是谁折腾了好几次？如果真的累了的话，怎么还会在最后关头做那样的决定？我饿了。荣思景喊来下人，让他们摆膳。江南之正对着铜镜，自己修整一下仪容，左右看了看，他无语道：殿下，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我阿娘呢？岳母去陪林老夫人了。荣思景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把江南之手中的木梳拿了过来，然后在他愣怔的目光中，他淡定从容地给小太子妃梳起了发。今日的太子殿下有些反常啊，会不会也跟那个柳如烟一样？谢谢殿下。荣思景的指尖划过小太子妃秀丽的长发，那种微凉的舒滑感让他忍不住想起了昨晚的回忆。太子妃还生气吗？殿下，臣妾没有生气。天色将暗的时候，太子夫妇俩动身离开。芝芝，芝芝。不过下一刻，那靠在窗户疑惑看过来的美人却被一只手腕上戴着佛珠的大手揽着腰给拉了回去。他抬眸看了看对面，已经唰地把马车帘子放下了，然后回头看了看自家小太子妃。刚才那人是喊了芝芝？第一次我还没有听清楚，结果他喊了第二次。肯定是长姐把我的闺名告诉了沈彻，但是沈彻怎么能这样就喊出来，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这是要坏我名誉啊。前些日子吏部尚书还跟姑说沈世子聪慧过人，做事情井井有条理，可举一反三，是大才。但是姑认为他太过于年轻，缺乏稳重，需要去历练一番才行。既然他这人跟谁都很热络，那就去漠北吧。那边流放之人据说不安稳，何该派个人去协助管理？埋在太子怀中的江南之嘴角微扬。这边沈彻回了广平侯府，酒已经彻底都醒了。或许太子没有听到吧？什么？调我去漠北3年？尚书大人，你没有说错吧？好端端的，为何要调我去漠北？我也不知殿下是何意，或许是要历练你。这怎么可能是历练？这明明是贬斥啊！不对，殿下果然是听到了吗？所以才会公报私仇，将我发配漠北。只是太子这样做，到底是因为在意芝芝，还是因为维护他皇家的面子？如果是后者的话，倒也好办，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但如果是前者的话，太子竟然喜欢芝芝了吗？被沈彻嫉妒着的太子殿下，在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竟然梦到那沈彻竟然娶了他家小太子妃。殿下，您怎么了？是身子不适吗？需要奴才喊洛神医吗？你说只是把沈彻发配到漠北，是不是不太够啊？觊觎别人的妻，总归是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姑就替广平侯好好教训教训他这儿子吧。等沈彻动身出发去漠北的时候，半路让贾满跟上，就让他再也不能有子嗣了吧。应该的，广平侯肯定会感激太子殿下对他儿子的管教。你去禀告太子殿下，就说洛神医给配了一种很好的泡汤药包，配合泡泉可以滋补身子，问殿下要不要过来。是。穆遂立刻去了太子殿下跟前，将这件事如实禀告。好，你回去告诉太子妃，姑今晚过去。是。殿下，您现在对外还在装虚弱，倘若频繁房事的话，恐会让外界发觉呀。只要暂时不让太子妃有孕就行了，而且我沉溺于女色，也会让他们认为我不堪用。的确如此，
不过殿下万不可再让太子妃娘娘服用避子汤，那可是伤身的。殿下，他为何不让我怀他孩子呢？会不会是太子殿下考虑到现在的时局朝政，认为此时他不宜有子嗣？毕竟他可是在装病。江南之深吸一口，感觉自己可能是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与其自己在这里想不明白，那么就索性找太子殿下问个明白。太子妃邀姑来，怎么又不说话了？臣妾是等着太子殿下责罚的。姑为何要罚你？那日被沈世子喊了归名，虽然说错不在臣妾，但臣妾如果那时候没有把帘子掀起来就好了。这件事怎能怪你呢？当时姑没有立刻毒哑他，已经是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不，殿下宅心仁厚，又慈悲为怀，怎能做这种事呢？只要殿下不怪臣妾就好。太子妃寝宫的汤池中水汽缭绕，荣思景只穿着白色中衣，靠坐在池子里，他墨色长发披散着，微闭着眼。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哗啦啦的水声，再睁开眼的时候，本来坐在对面的小太子妃竟然已经靠了过来。太子妃，你怎么过来了？那边的水有点凉呢，还是殿下这边的水更热一些。而且臣妾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殿下。什么事儿？江南之又游得更近一些，水下两人的衣袂随波荡漾，都好似纠缠到了一起。殿下是讨厌芝芝吗？太子妃是认为姑惩罚那沈彻罚得轻了。不是这件事，它并不重要。殿下，芝芝是想要问您，为何不想让芝芝怀您的孩子？莫非殿下是因为江家的事情迁怒了芝芝？荣思景长臂一伸，直接把小太子妃给抱在了腿上。他认真道：芝芝，姑没有因为江家当初站队九皇说的事情迁怒于你。至于为何那般，姑现在的处境你也明白，这个太子之位做得还不够安稳，悲疾四伏，以及姑身体中的余毒未除。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年纪尚小，还是过2年再有孕比较好。倘若太子说的都是真的，他根本不会在这2年里让他有孕，那么他一门心思让他破戒又有什么意义？就在荣思景打算再次开口的时候，怀中的人却挣扎了一下，离开了他的怀抱。殿下说的对，是臣妾误会殿下了。倒也不是你的错。不，是臣妾的错。殿下的身子需要休养，臣妾更不应该拉着您胡闹的。好冷，那臣妾就先不泡了，殿下您继续。不等荣思景反应过来，只听到一道哗啦啦的水声，小太子妃就立刻上了岸，捞起旁边的衣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喊着侍女伺候着就离开了。1刻钟后，荣思景才出了汤池。白芷，你带人好生打扫汤池。是。江南之也没有睡，在听宫人禀告说太子殿下已经回他的寝宫后，这才微舒一口气。太子做任何事情都思虑周全，而且他身上的余毒虽然未除，但肯定也有办法压制，几年内应该不会暴毙了。那我岂不是不用做什么，也可以安心做这个太子妃了？上一世在广平侯府做当家主母，难道还不够劳累吗？江南之啊，江南之，你上一世活得够累了，这一世还不如好好的享受享受呢。殿下是要带臣妾去哪儿啊？姑要体察民情，太子妃同往吧。出门在外，不用再喊殿下。那我喊你什么？请哥哥。不要忘记了，你现在是男子打扮。我又没有易容，
除非傻子才会认为我真是男子。不过殿下不想听我叫景哥哥的话，那我就喊公子好了。喊什么随你好了。当江南枝掀起帘子，看到了坐在广平侯府马车上的江潭心时，嘴角微勾。难道是我选错了吗？走，随我去首饰店铺，我要买一些首饰去。实际上江潭心可不是买给自己的，他是要真心实意的去对锦玉好，趁着阿彻不在府中的这段时日，跟锦玉还有他的孩子都熟人起来。就在江潭心继续跟在后院打小算盘的时候，江南枝被荣思景扶着手慢慢地从马车上下来。他们站在水边码头，正有一艘看起来不张扬但却十分精致的2层游船在等待着他们。公子，我待会儿要同人在1楼谈事情，你可以先在2楼看看风景。好。主子，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的忠心？忠心这种东西你有吗？忠心这种东西得看是对谁了。虽然我之前的确是跟荣不封合作，但也是误以为主子您弱势，为了我千机阁考虑才认贼作父。不过以后不会了，我一定会效忠您的。谁的腿粗他还是知道的。在见识过太子的城府跟实力后，百里越果断见风使舵。他把自己知道关于荣不封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太子殿下。你刚才说沈彻派人去联系荣不封了？百里越点头，拿出一封密函，双手呈给了荣思景。密函上说，沈彻竟然不止派人去联系荣不封，竟然还派了人去前不久刚闹灾的洛城去找一个叫薛子仪的衙役。这位沈世子去联系荣不封，可见也不是一个安分的。至于他为何要找一个叫薛子仪的，虽然不知道缘由，但肯定有理由，我就派人跟着了，看他到底要做什么。你让人继续盯着他们，看他们都做了什么，如实禀告。是。不一会儿，百里越乘坐一艘小船悄然离开了。荣思景起身上了楼，发现小太子妃依靠坐在栏杆那儿，看着外边的景致。公子，一个人在船上看风景，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来我们船上，保证让您高兴。你船上都有什么？我们船上可是什么都有啊，可以吃酒听曲儿，还可以看舞。对了，我们这里都有姑娘会舞剑呢。倘若公子想要再做一些别的，也是可以的。环肥燕瘦，妩媚清纯，只要你想的，我们船上必然是有的。江南枝自然对什么环肥燕瘦没有兴趣，不过他却突然想起来上一世沈彻的那个红颜知己锦玉。锦玉在青楼之中可是有一个好姐妹叫芳华，就是不知道老鸨口中的会舞剑的姑娘是不是那个芳华了。不知道为什么，江南枝总是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就在他想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跟这个芳华有关的时候，突然身后有一个人贴了上来。芝芝对花船有兴趣？殿下很熟悉，莫非是去过那些花船？我没去过，都是听明玄他们说过的。这生意还咋做呀？赶紧开船走吧，真是浪费老娘的感情。芝芝，看那边的景致如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后来回了东宫没多久，就得到江家要换新娘替嫁的消息。那天晚上的事你都看到了，你也知道江潭心是故意要嫁给沈彻的，那你有没有遗憾没有娶到江潭心啊？遗憾什么？当然是庆幸了，而且我还感激他当初的不嫁之恩。江南枝看着不断靠近的俊脸，他嘴角微抿，到底没有躲开。太子的吻就这样落了下来。
辗转反侧，来回试探，循序渐进。夜风很凉，但太子的怀抱却很温暖，吻更是滚烫。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岸边突然传来了喧闹声，打断了他们，也让两人都回过神来。糟了，难道是我阿娘他们遇到麻烦了？被打断的太子殿下心中自然是不悦的，但他知道小太子妃更在乎他阿娘，所以也不再耽搁时间，立刻让人把船停靠岸边，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娘，您没事吧？阿娘，公子说这是在外头，一切从简。啊！说话功夫，商池竟然跟那徐茂拓又打了起来。等到俩人都挂了彩，结果是商池略赢一筹的时候，荣思景才抬了抬手，让众人都去了旁边的茶楼之中。殿下，当街互殴是臣之过，不过这徐茂拓竟然调戏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当街拉拉扯扯，动手动脚，这口气臣咽不下去。商池，你信口雌黄！我跟妙婉本就是两情相悦，之前是有江映清从中作梗，这次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重新在一起了。哼，重新在一起，就是让林妙婉去给你做妾吗？那件事是我考虑不周，我已经跟母亲他们讲明了，妙婉会以平妻的身份嫁进国公府的，而且我们多年的情谊摆在那儿，并不是你这种趁人之危之辈可以比得上的。平妻？那还不是妾呀！徐茂拓，如果你当年妙婉被算计的时候，你愿意挺身而出，不顾一切的坚持娶她，我敬你是一条汉子。现在看来，你更加的虚伪至极，其实你连江映清都不如。这本是你们的私事，但林氏毕竟是太子妃的母亲，所以待会儿姑让林氏自己选择，不管林氏选了谁，另外一个人不得再纠缠。倘若再纠缠的话，那就是跟姑过不去。臣不敢。俩人赶紧拱手垂头。这个选择权自然是交给了林妙婉，而当他们三人在雅间中心平气和的聊天的时候，江南之转过头，感激地看向荣思景。殿下，谢谢您。芝芝只是口头上谢姑吗？他微微颔首，看来得仔细想想，金贵的太子殿下已经是大楚万人之上的他，需要什么谢礼呢？当年你迫于家里的无奈跟我退亲，我也没有恨过你。那既然你不恨我，我们就重新在一起吧。妙婉，我当初娶妻也是被迫无奈，我心中一直有你呀。你当初就会被迫无奈地放弃过妙婉一次，谁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我之前没有袭爵，自然有许多无奈要听长辈的。你这种没有浑厚家世背景的人，又怎么会能够懂家族的使命感？什么使命不使命的？说白了，那就是自私而已。你当初不就是想世袭爵位，才没有违抗家里？我虽然没有什么雄厚的家世，倘若我有，我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放弃自己心爱之人。徐茂拓，我们既然错过，那就证明没有缘分，就这样别过吧。等我成亲的时候，你如果愿意来吃一杯喜酒，我自然是欢迎的。如果你不愿，以后就当陌路人罢了。你选了他，妙婉，我知道你是不想做妾，你且等等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就休了季氏，娶你做正妻。人家季氏什么错都没有，你就要休他？你可想过他被休后日子要如何过？这不是做不做妾的缘故，也跟其他人无关。徐茂拓，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懂吗？可你分明还说过你不恨我了呀。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恨了？就因为不爱了，不在乎了，所以才不恨了。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了？我就是不爱你了，因为我现在喜欢的人是商池。
林妙婉真是一眼都不想再看这人了，她赶紧拉着商池的手离开了那个雅间，朝女儿芝芝他们所在的雅间走过去。结果才出了那雅间，对方就不动了。林妙婉转过身，刚要开口问商池怎么了，结果下一刻就被对方用力地揉进了怀中。商池，你怎么了？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他嘴角微弯，到底没有推开他。而不远处站着的江南枝看着这一幕后十分欣慰，他拉起太子的手，悄声道：看来咱们还是先回家吧，留下花昭跟丁一他们在这里保护阿娘就行了。现在回府为时尚早，芝芝要去逛一逛街吗？好啊。江南枝，你怎么在这里？我出现在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吗？莫非这座茶楼是长姐开的，还是这条街是长姐管的？他主动地抱住了太子的胳膊。景哥哥，刚才不是说陪我去看花灯吗？我们快些去吧，晚了他们就收摊了。芝芝，你怎可这样不懂事？你就不担心这样会劳累到妹夫吗？长姐你好生奇怪，只是逛个街又怎么会劳累到呢？你这么关心你妹夫，就跟你之前刚跟姐夫成亲的时候一直跟我炫耀你们房中有多恩爱一样，真是好生奇怪啊。芝芝年幼纯善，以后不许说那等阿杂话，污了他的耳朵。江南枝纯善，你被他给蒙骗了呀！他心机深沉，居心叵测，他……够了！倘若你再污蔑芝芝，你小心你身后的江家跟广平侯府。而江南枝还没好好欣赏江潭心难看的脸色，就被揽着腰肢强势带了出去。哪怕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是能够感觉得到身边的人好像不太开心。景哥哥，慢一些，我都跟不上了。荣思景眉宇间的怒气未散，但步子却慢了下来。正巧路过一个泥人摊子，上面有捏好上了颜色的泥人，惟妙惟肖。江南枝给了银子，选了2个泥人。景哥哥，送你的。荣思景想起来2个人的第一次就是在那木桶之中，结果小太子妃又送了2个坐在木桶之中的小泥人来，他心头的怒火瞬间烟消云散。芝芝给这个泥塑起个名字。就叫统州共济。荣思景听后，耳根再次慢慢红了起来。小太子妃怕不是在暗示他什么。等到逛了一大圈，回去的马车上，江南枝却已经累得靠在荣思景的肩上，昏昏欲睡。殿下，今年的上元节，我比去年还要高兴。芝芝，我也很高兴。江南枝并没有听到太子的回答，也或许他什么都没有说。总之，他已经累得沉沉睡去了。许是因为对太子已经十分信任了，所以他睡得很沉。等醒来的时候，江南枝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榻上。他翻了一个身，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太子殿下。他散着长发，双眼紧闭，似在沉睡着。其实江南枝已经许久不温水煮青蛙了。可谁想到青蛙自己带着锅巴巴地来到了他的面前。芝芝，醒了。殿下，我怎么在您的床榻上啊？你在回来的马车上睡着了，一直揪着我手腕上的佛珠不松手，就只能把你带我这里了。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现在只是丑时，你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也不知道阿娘有没有回来。你母亲被伤痴好好的送回来了，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在歇着，再睡一会儿吧。这样心平气和的同床共枕倒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江南枝的肚子突然咕噜噜地叫了一声，
姑突然饿了，芝芝要不要一起用点什么？好。只是在用膳之前，江南之感觉浑身有点不舒坦，他动了一下，见太子还是不松手，也有点无奈。太子殿下，我想沐浴。他本以为都这样说了，太子总该会让他离开了，结果太子竟然大手一挥，让人把穆穗喊来，就在太子的盥洗室中伺候江南之沐浴。当然了，也让白芷去命人备膳去了。等到吃饱喝足又洗干净后，太子妃夫妇俩再次相拥而眠。他是不是把青蛙给煮出毛病来了？总是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儿。母后，您是不知道啊，芝芝可能干了，这东宫上下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她的照顾下，小景的身子也好了些呢。这些不都是她这个太子妃应该做的吗？江南之微笑颔首，也不多说什么。反正这老太太刚回来，说一会儿话就累了，应付过去即可，总不好到时候让左皇后也跟着下不来台。所以后来太后又说什么让她不许擅妒，要给太子开枝散叶之类的，江南之也都乖巧地应了。反正是太子不要孩子，又不是他。太子妃，哀家听闻你竟然改了姓氏。别的不说，你母亲和离后就本该深居简出，低调做人。她不止高调二嫁，竟然还给你改了姓氏。这等招摇，你可是我皇家的媳妇儿，万万不可学他那一套做派。对方竟然这样说他母亲，那江南之可就不让了。皇祖母，您这话就有失偏颇了。为何女子和离后就该深居简出，低调做人呢？这要说起来，当年我阿娘为何会嫁给我父亲江应清，还不是因为你们当时后宫疏于管理，才会让她一个好好的贵女丢了名节，不得不嫁。论起来，您还得给她一个说法呢。你皇祖母，您也是女子，自然知道女子二嫁本就艰难。如今我阿娘可以跟商大人喜结连理，二人伉俪情深，您该祝福她才是啊。至于说改姓氏这件事，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这其中涉及到朝政的事情，我也不太懂。如果皇祖母不明白的话，那就去问问殿下吧。皇后，哼，你可是找了一个好儿媳呀。母后也认为芝芝不错嘛，那太好了，我们想法一致啊。太后实在是不想看这对让她糟心的婆媳俩，挥挥手把人都赶了出去。你希望东宫后院多来几个人吗？自然是不希望的。小太子妃果然心悦她，就连吃醋都这样大大方方，不矫情，真可爱。那你放心好了，我会回绝皇祖母，不会让她往东宫后院塞人的。江南之点了点头。其实江南之现在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殿下，之前从柳如烟那掉落的那个画像，那人查到了吗？是坏人吗？荣思景摇了摇头。芝芝，今晚姑去你那边泡汤吃。啊？什么？这话题怎么就跳到一起沐浴了？他是不是漏听了太子的什么话？太子殿下，您说要去臣妾的寝宫沐浴泡汤？荣思景点了点头。原来如此，不过冬日里肌肤容易干，泡个汤池很舒服的。回头臣妾就让人把汤泉水都备好。啊，对了，殿下，到时候您让白总管带人来伺候您吧。为何？臣妾来癸水了，这几日就不泡汤池了。小太子妃还是太单纯了，当真以为她真的只是去泡汤池吗？